爹爹，我回来了。婉周啊，你说说你啊，一个晋王府的郡主，大家闺秀，不好好在家待着，天天出去做什么侠女，劫夫济贫，出入商贾，像什么样子？爹爹，宫里的房家礼繁琐得很，出了错还要挨嬷嬷骂，你还不想去吗？你呀，就是仗着你那个大司马将军的哥哥，还有你母亲的溺爱，竟这般不懂规矩。周儿，当下你就听你爹爹的吧。娘，女儿不想学那些，咱们这么大的王府也需要有人打理。我已经决定了，要去全京都生意最好的酒楼万花楼学习经商之道。这时辰也不早了，我先走了。你这孩子，外面不比家里，既然要出去，那就莫要失了我们晋王府的颜面。这珍珠手链是圣上所赐，千金难求。既然你第一次去万花楼，那就当做见面礼，送给师傅和学徒吧。可是娘亲您想得周到，放心吧娘，我一定会成为万花楼楼主的亲传弟子。那就由着你吧。但是话说清楚啊，如果事情不成，你要听为父的，早早的回宫中去，明白吗？谢谢爹爹。韩副将，这万花楼究竟是何去处？禀告夫人，这万花楼是京都有名的酒楼，经商之道还是人有盛名。韩副将，你去同万花楼的楼主，大燕王朝的晋王要花重金买下万花楼，消息放出去，就说郡主要去万花楼做学徒，好让他们好好照顾本王的人。遵命。菲菲，是你呀？徐婉舟，你也在万花楼当学徒啊？对呀，菲菲，以前咱们一起在京都院学过礼仪呢，能在这儿碰到你，真是巧呀！巧什么巧啊？你看你这身打扮，穷酸样，以后可别说我们一起在京都院学过礼仪。以前我瞒着爹娘跑去京都院学习女工，菲菲还说要做我朋友呢，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呀？这两位就是今天的新学徒吧？我听说靖王最宠爱的女儿明惠郡主也来我们万花堂当学徒呢。我听闻明惠郡主喜爱游历江湖，素来神秘。你们说他们俩哪个才是明惠郡主呀？那还用说嘛，当然是这位了。你看她穿的，都是王公贵族家大小姐才能穿的绸缎呢。是呀，就算是靖王府的明惠小姐来到我们万花楼当学徒，跟我们老百姓肯定不一样嘛。你瞧她旁边站着那女子，穿的可真寒酸，又怎么会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靖王府的掌上明珠呢？对啊，我今天听赵王先生说，今天的学徒有一个人审核流程都没过，直接就来了，走的后门。管事，管事。夏管事。掌柜的交代我，今天晋王府里备受宠爱的明惠郡主来万花楼学习经商之道，应该就是此人了吧？啊，好啊，好啊，都好，都好啊。咱们万花楼呢，今日新来了2位学徒，你们2位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我是于菲菲，家住大燕京都皇城四门附近，在京都院学习礼仪之道5载，精通琴棋书画，以后还请大家多多关照。天哪，他家住在皇城四门附近，那不就是晋王府吗？能在京都院学习5载，而且全部通过考核，这绝非一般出身呀！看来她就是传闻中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明惠郡主了。菲菲，你之前不是在京都院才学了半年礼仪，就因为多次违规被劝退了？你何时学了5年呀？什么违规被劝退呀？我看你才是被违规劝退了呢。哎呀，他姓云呀，晋王不正是云家吗？看来她就是晋王府的明惠郡主了。那我们以后可要多多关照明惠郡主啊。这个云小姐长得真好看。大家好，我是云婉舟，行了啊，你呢就不用介绍自己了。咱们老学徒啊，要好好带一带新学徒啊。
那个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菲菲，这边坐。我叫秋叶，我爹是国子监丞，以后我们要多多仰仗你了。对了，这里是我们学徒平时出货进货的办事处，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菲菲，我叫小蝶，我爹是江州刺史，以后你有什么需要，只管吩咐我一声就行。啊，还有我叫海轩，以后如果有什么搬东西的重活之类的，就叫我就好了。那么谢谢你们了。哎，菲菲，你这身裙子好漂亮呀！这是皇城绣坊、锦绣坊的新款吧？应该不便宜吧？昨天刚买的。不过这也还好吧，像这种裙子我们家还有好多呢。这衣裳难道不是锦绣坊2年前的旧款吗？哪里是新款呀？哦，对了，秋叶小姐，这是我给你们准备的礼物。哎呀，这是女人坊的胭脂吧？他们家的胭脂一般人可买不到呢。真是谢谢你了，菲菲，你对我们真好。这套胭脂难道不是进贡的那套胭脂吗？胭脂盒上的雕刻还是中秋宴上西域王朝送来的隔壁兔。我姑姑安乐公主特地给我送了一套，菲菲怎么会有？岳晚舟，你给大家准备的什么礼物呀？啊，这是我给大家准备的宝石项链，希望大家喜欢。这什么呀？不是金也不是玉的，该不会是从地摊上几文钱买的吧？真是丑死了！这什么项链呀？谁要戴这种垃圾？这是西域王朝进贡的。哎呀，大家别这样，晚舟也不想送大家这些东西的，只是我从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家境贫寒，实在送不起什么体面的东西。哦，对了，晚舟，你爹还是在种地养花吗？什么呀？原来只是个农户，真是贱民。我爹是晋王，职务就是管理自己的封地呀，收收店租，素日里养花养鸟。他们在笑什么呀？我爹他不是贱民。秋叶姐，下管事让你带菲菲姐去一趟她的雅居办事处。好的，我知道了。是。菲菲，走吧，管事让我带你去他的雅居办事处，走。收店租很丢人吗？他们笑什么？不丢人的，做什么都可以。你送的这条项链我就很喜欢，谢了。真的？你喜欢就好。对了，这个是我们需要交付的一些账单，你看一下，有什么不懂你就问我。管家爷爷，您怎么来了？郡主啊，郡王担心你一个人在外，特别劳碌来接你回去。好你个云晚舟，原来是找了老男人当靠山啊！看我不让万花楼那些老学徒知道你真面目！嗨，这我爹也真是的，都说了要低调。好了，你先回去吧，我待会儿自己回去。那郡主你一路多注意安全了。云晚舟，刚才那是谁呀？他呀，他是什么呀？我都看见了。云晚舟，你年纪轻轻的不做些好的，净做些这些不光彩的事情。女子未出阁，可是不能随随便便跟男人有来往。秋叶姐，我看到云晚舟跟个老男人勾搭在一起，就在那边。什么？天哪，这个云晚舟真是这种不知检点的女人，真不要脸呀！为了钱傍上这种年过70的老头。哎，这不云晚舟跟菲菲吗？走，过去看看。这种事情还需要别人来告诉我吗？我2只眼睛可能看得清清楚楚的，你俩就差没在光天化日之下抱在一起了。他是我管家。管家？你还有管家？你家不是杏花岛的农户吗？
那个小山村的破房子还需要管家？你以为你是什么公主还是什么大小姐呀？连个佣人都顾不起，还能雇佣管家？杏花岛就是我爹娘为了避暑打造的呀。那个避暑山庄，就连当今圣上都赞不绝口。杏花岛那12万亩桃花都是我家的，聘用几个管家不过分吧？菲菲，刚才那辆车里坐的是不是那个老男人呀？好像是吧。这人啊，还真是不可貌相。我说姑娘家还是要懂得洁身自好的，不要为了钱连老男人都不放过，真是丢女孩子的脸。秋月，或许婉州是有什么苦衷吧，毕竟也不是所有人都能衣食无忧的。菲菲，你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掌上明珠，不知道人心险恶呀。这种为了权势上位的女人，我见多了。表面上人畜无害，背地里什么事儿都能做。婉州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刚才那人都能当他爷爷了，他还跟我说那是他的管家呢。他家不是农户吗？一个破房子要什么管家呀？对呀，菲菲家这样的郡主，世家千金，才配有管家，对不对啊，菲菲？郡主，菲菲，现在郡主出门都这么低调吗？这出门还穿着宫廷的衣服，穿金戴银的，回家却要自己走路，连辆马车都没有。是啊，菲菲，你家马车呢？你今天佣人没有来接你吗？这皇城四门离万花楼足足有10里路呢，你该不会要走回去吧？对呀，菲菲，你爹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晋王。我可听说你大哥刚被册封为大司马大将军，你这出门应该有护卫护送啊，怎么还自己走上路了呢？云菲菲，一个谎言是要靠无数个谎言去圆的，看你怎么圆。奇怪，菲菲，你家明惠府离万花楼也有10几公里呢，你现在骑马车回去，到家起码也要1-2个时辰吧？该死，云婉州，就你话多。我来万花楼当学徒是来锻炼自己的，想向我爹证明自己，而且大家都是来当学徒的，我不想和大家有距离感。原来是这样啊，菲菲，还是你想的周到。不过菲菲，你家住在皇城四门，走路也要1-2个时辰吧？没关系的，就当锻炼身体了。我师傅教了我轻功，刚好我可以试试。毕竟我不想让大家觉得我是个花瓶，我想证明自己。也是，菲菲，你是我见过最特别的郡主，一点架子都没有。我听闻皇城四门附近的住宅都是富丽堂皇，跟宫殿似的。菲菲，靖王府是不是也金碧辉煌，跟仙宫似的？你每天起来跟宫里一样，被10几个丫鬟簇拥伺候呀？其实还好啦，我们家毕竟在皇城脚下，毕竟不能盖我皇宫的气派吧。给你们看，这是我们家的另一个住处。这个我知道，这是皇城四门附近的明惠府。菲菲，咱们也是一起在万花楼做学徒呢，这辈子还没去过这么繁华的地方，你能不能带我们去看看呀？可以呀，这不是我大哥和我父亲专门为我打造的府邸吗？我爹娘闲来无事还回府邸坐坐，为我种些花花草草呢。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那就3日后吧，刚好那天我们学徒休息。菲菲，你就带我们去明惠府参观参观吧。好呀，婉州，你也一起去吧，毕竟你一直都生活在乡村，没有见过那么大的明惠府，带你去长长见识啊。好呀。娘，你才来！哎呀，明惠府今早来了锦绣坊的几位采访，我看到大小姐收藏衣帽间的房门打开了，我就顺便给你拿了几个。这衣裳还不错，还有鞋子。这鞋也太小了吧，怎么穿啊？以后除了这些衣裳，你再给我多拿点金银首饰还有珠宝什么的。
老是穿这些旧衣服，像什么样子啊？我只是明慧府新聘来的厨娘，这大小姐的房间我压根就进不去。你就不能想想办法？还有，3日后，你确定晋王和晋王夫人都不在府里吧？然后带万华楼那些学徒去参观。哦，晋王和夫人1个月才来一次，这不才刚来，住几日他就会走啊。女儿啊，我都安排好了。平日那些护卫都在后院，不会来全院的。到时候我一定给你长脸。只要让我长脸了，还有那些学徒的帮助下，说不定以后我就能成为万花楼的亲传弟子。这万花楼，指不定以后就是我的了。婉舟，你来啦！云婉舟。明慧府可是宛如皇家宫殿一般，你怎么穿一身垃圾就来了？我身上这套可是锦绣坊裁缝给我设计的最新款的衣裳，怎么就是地摊货了？菲菲，你今天真漂亮，你头上的珠钗也好美啊！这发簪怎么有点眼熟呀？这不是我姑姑萧贵妃特地让波斯那边制作，耗时3个月才做出来的。前2天姑姑还问起我，不知被佣人放在了哪里。奇怪，这云菲菲怎么会有我的东西啊？不错嘛，今天。走吧，我带大家去参观明慧府。好的。婉舟，你怎么了？啊，没什么，只是怎么会到我家附近来呀？哎呀，快走啦！这还真的来到了明慧府呀。菲菲，这门怎么还有锁呀？奇怪，这大门锁了吗？我娘怎么回事啊？还不出来迎接？啊，我去开门。菲菲，你怎么了？菲菲，快开门，让我们进去吧。好。哦。哎呀，糟糕，我娘没有给我钥匙啊。菲菲，你不会没有你家的钥匙吧？那个我来吧。你来什么来呀？这门锁了，需要钥匙，只有明慧府的主子菲菲才能打开。婉舟，你怎么有明慧府大门的钥匙？就是啊，云婉舟，这是菲菲家大门的锁，你怎么会有钥匙？该不会是你找人换了明慧府的锁吧？你好大的胆子，连郡主府邸大门的锁都敢换！拜托，这明慧府戒备森严，明慧府的锁可是鲁班弟子龙师傅锻造，是一般人能撬得开的吗？那你为什么会知道菲菲家的钥匙？就是云婉舟，你怎么会有我家的钥匙？这钥匙是明慧府建府之初我爹给我的。哼，我有我自己家钥匙有什么问题吗？明慧府的钥匙跟你爹有什么关系？我记着你爹不是那什么农户吗？你爹有明慧府的钥匙，这钥匙该不会是他偷来的吧？我要说这儿是我家，你们信吗？你开什么玩笑？你家？你该不会要说你是晋王的掌上明珠明慧郡主吧？不错，我不装了，摊牌了，我就是晋王府的明慧郡主。你是明慧郡主啊？那我就是晋王的大儿子大司马将军。哎，吹牛你也得看看场合吧。好了，我们不跟他一般见识，我们进去吧。哎呀，诸位是明慧郡主在万花楼的朋友是吧？哎呀，快请进。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明慧府的厨娘，大家叫她娟姨就好。娟姨啊，你们快请进。这是明慧府我爹新找的厨娘吗？我怎么没见过？娟姨，下次记得让我爹把大门的锁给换了，这毕竟是我的府邸，外人怎么能有我家的钥匙呢？家里的宝贝要是丢了，可怎么办啊？好，回头我就跟晋王说，让他把门锁换了。你什么你？
你等着我们接得到。晚舟，我们进去。云菲菲，倒要看看你想玩什么把戏。哇，菲菲，这书里说的真的是一点都没错，你家好豪华呀！哇，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气派的建筑呢。这皇宫是不是也这样啊？真的好漂亮呀！我就算是辛苦10辈子，估计也住不上这么豪华的府。其实还好吧，这府邸不过几万两黄金，像明贵府这样的府邸，我爹还有好几套呢。你们要是喜欢，可以常来呀。对，你们是郡主的朋友，随时都可以来。好啊，那我以后一定会经常来的。这个秋月还真是会顺着杆子往上爬，我就客套一下，他还真是不客气。娟姨，来这多久？云婉舟，我家厨娘少说在明慧府也待了几年，你了解这么清楚干嘛？怎么，你想跟我们家厨娘套近乎，也想来我们家当厨娘呀？既然待了几年了，应该不会不知道明慧郡主和靖王夫人最讨厌把垃圾堆在地上。这垃圾可不能随便乱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香炉应该是放在曲风院的书房吧？你应该是新来的吧？而且不超过半个月。你怎么知道这些？在我们明慧府半个月的厨娘眼都不瞎。云婉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就是啊，云婉舟，菲菲能邀请你来家里做客，已经很给你面子了，你居然还敢在菲菲家胡闹，你别给脸不要脸！好你个云婉舟，你居然敢把菲菲家的香炉撞坏！云菲菲，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弄坏我家的香炉！这可是靖王的宝贝呀！云婉舟，都怪你弄坏了菲菲家的香炉，赶紧赔钱！秋月，明明是你推的我，香炉才会掉地上的。你少诬陷我了！诬陷？明明就是你推我，香炉才碰到地上的。好啊，云婉舟，你自己把香炉撞坏了，居然敢诬陷我！刚刚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是你故意把香炉撞到地上的，少血口喷人！就是，我可以作证。这可怎么办呢？听王爷说，这香炉可要3000两黄金呢。什么？3000两黄金？哇，这一个小摆件就要3000两，够买京都好几座府邸了。传说靖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真是一点不假。云婉舟，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赔钱？3000两黄金呢，回头靖王要是怪罪下来，你可别连累我们。云婉舟，我觉得吧，你要是没钱，不如赶紧去找那个老男人。那老男人马车上的吊坠儿，我看就是价值连城的。他也不是差钱的人，你赶紧叫他过来，把钱送到明慧府就好了。你弄坏了我家的香炉，就得负责，赶紧赔钱！不仅要赔钱，还要跪下来给菲菲道歉。菲菲好心好意邀请我们参观她的明慧府，你竟然不知好歹，在明慧府胡闹，简直太不像话了！也有我跪下道歉。没错，你把菲菲爹的宝贝弄坏了，菲菲爹肯定不会放过你。你要是真心道歉，说不定菲菲跟他爹求求情，就不跟你计较了。还要跪下道歉呀？可是我刚才明明看见是秋月姐你推的婉舟，她才撞倒香炉的。文竹，你说什么呢？我只是轻轻的碰了她一下，那也叫推啊！你少在这胡说八道！你什么你？你平时在万花楼不是挺老实的吗？怎么现在话这么多？菲菲呀，平时老爷对这香炉啊特别珍惜，万一他真的动怒了，这可怎么办呢？是。我听说这云慧府里面全都是暗影护卫呢，他们个个都是皇宫的顶级高手，来无影去无踪。想必我们刚刚的一举一动一定有暗影护卫看到，不如就请他们出来说句公道话，大家看怎么样？嘿，这个方法好，有凭有据。我相信就算是靖王知道了，也不会这么不明事理的吧。文竹，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你才认识云婉舟几天啊？谁给你的脸敢在我面前放肆？菲菲，这什么真的？你都来半个月了，这点事情你还不清楚吗？我真的不知道呀，没人告诉我有暗影护卫的事儿啊。
听闻暗影护卫负责护主，从来不多嘴。我随意带人来明慧府，这些暗影应该不会乱说吧？但若是真的惊动了护卫，被晋王知道我带人来了府邸，我跟我娘就惨了。不如我现在就叫暗影护卫出来吧。菲菲啊，这也是在万花楼的朋友吗？他怎么知道这么多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爹就是种地的，怕什么？算了，一个香炉而已，大家都是同事，我爹也不会放在心上的。云婉舟，香炉的事儿，看在咱都是万花楼学徒的份上，我懒得跟你计较，你也别得寸进尺。听见没有，于婉舟，菲菲大人有大量，就不跟你计较了，还不快谢谢菲菲？谢他？那个香炉要3000两黄金呢，这件事他得负全责。于婉舟，你别不知好歹。早知道他是这种人，当初就不应该让他进明慧府。这可是凌风集团3大经理，号称3大元老。我之前有幸出席全球商业峰会时，看到他们可是和城主坐在一起的那种角色呀。什么3大经理啊？我怎么没听说过？假的，都是假的！大家都知道的大人物，就你没见过世面，说是假的。你不会以为在黄清月的帮助之下，你就可以掌控公司，把握不属于你自己的东西了吧？真是可笑至极！李姐，我错了，这些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串通什么啊？菲菲小姐是明慧郡主，是晋王的掌上明珠，一个香炉而已，老爷不会计较的。我说云婉舟，你还真是没完没了呢。你要不要脸啊？菲菲好心带你来明慧府见世面，你打碎了香炉不说，还不道歉，你是个什么东西？还有脸质问菲菲家厨娘？云婉舟，不是给你脸了呀？哎，菲菲，我看把他赶出去算了。你家随便一个小物件就价值几万，这万一要是再弄丢了或者弄坏了，他哪赔得起啊？好呀，轩哥帮忙把他赶出去。别碰我！于婉舟，你要是再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我可不是故意。云婉舟想干什么？听说过鸠占鹊巢的故事，但是还没有见过一个冒牌货竟敢如此堂而皇之的霸占着不属于他的一切。今天可真是让我长见识。既然你们不相信暗影神位，那我就让你们试试。于婉舟，你在这装神弄鬼有意思吗？菲菲，他说什么呀？他是不是知道了什么？他就是个乡下人，怕什么？他舍得呀，那可是10亿，以你的能力，在这里能赚几个钱？林夕，你信不信？就算你用10个亿收购了80%的股份，你照样坐不上总裁的位置。唉，陆天伦这个畜生手上还有没有的把柄？我是陆总一手提携上来的，他要是被耗下去，我也没好日子过。我就说怎么这么多生面孔？看来你的势力在这里渗透的挺彻底啊！林夕，你别这么狂，想让我签离婚协议也可以，不过我有条件。你又想耍什么花样啊？咱们来签个对赌协议吧。我可以接受你的注资，让你成为河西的一员。不过3个月之内，谁要是能让河西的新产品在北城商业市场上获得最高的销售额，谁就可以成为公司的实际掌权人。相反，谁要是输了，就要永远的退出公司，而且股份也要归对方所有。我凭什么答应你？轩爷，晋王和晋王夫人马上就到了，让您快去准备膳食。这怎么说回来就回来了呢？不是说明天再回来的吗？好，我马上就去午膳，现在就去。哎，怎么回事？晋王要回来了，赶紧把他们带走吧。什么？不是说明天才回来吗？你怎么处理事情的？你让我如何跟万花楼这些人交代？我听万花楼的楼主说，这晋王的纯金宝马可是西域王朝进贡的，价值黄金万两。
不愧是晋王，这府上随便摆的一样东西，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那晋王用的玉池都是镶金的，要不要带你参观一下？玉池都是镶金的，这个置物的架子是用金丝楠木制造的，价值几千两。还有这地上的毯子是从波斯千里迢迢运送过来，价值500。还有这儿的这些画，都是汉室王朝的真迹，有价无市。你还想看哪儿？我去带你参观。于婉舟，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那个秋月小蝶，我带你们去芙蓉居吃点心吧。菲菲，你家厨梁不是已经做好饭了吗？这么麻烦干什么呀？我还想跟万华楼其他学徒炫耀我在郡主家用过膳呢，为什么要出去吃啊？就是，来都来了，这么着急走干嘛？云婉舟，你还真是不要脸啊！赶紧给我滚出去！不是你邀请我来你家参观的吗？这怎么？难道是晋王要回来？我还想见见晋王呢。我也想见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晋王。哎呀，菲菲，赶紧把人带走吧！要是晋王回来看见他们，让我在明惠府做厨娘了怎么办呀？那个秋月，我爹很忙的，每天要处理政务。我带你们去芙蓉居吃点心，听说新来了批厨子，今天我请客，大家随便点。芙蓉居是那个一顿饭最低档都要好几百两黄金的芙蓉居吗？菲菲，你人真好。那我们先去吃饭吧。哎，要走也等晋王回来再走。那不是你爹吗？你着急什么？我预定了芙蓉居的点心，快迟到了，让别人等总是不好的。云婉舟，你一起去吧。要是再敢赖在我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婉舟，听说芙蓉居的饭菜很不错的，我也想去吃，我还没去过呢。你什么你呀？还不赶紧走！真是丢人！这晋王不是说明天回来的吗？这怎么好端端的，这突然就回来了？这是。这人和人啊，还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一个在南，一个在北。于婉舟，你是饭桶吗？谁跟你抢呀？婉舟，这个好。婉舟好可怜，可能还是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饭菜吧。你多吃点。还真是丢人。我听说这芙蓉居的大厨是天下食神白小星的弟子，这一顿饭最低档的消费都得几百两黄金呢。第一次吃可不得使劲了。慢慢吃，没人跟你抢，别被撑死了。前几天我刚把我娘从云家拿的一些绸缎拿去了当铺卖了，到手才300多两，这顿饭都要400多两，一下子全花完了，气死我了！吃，云婉舟，吃不死你！大家喜欢吃什么随便点，不用客气。这一顿饭也不过几百两，大家不够吃再点。云婉舟，你什么意思啊？又在这装神弄鬼啊！菲菲，让我教训教训这位云婉舟。我海轩从不单人，但是遇到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婆娘，实在应该教训。那就劳烦轩哥了。把它喝了。
今天的事就算了。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喝？留着给你自己喝吧。给你脸了，你敢泼我？海轩他爹可是中士大夫，正五品官职呢。少说跟皇亲国戚也是沾亲带故，这一万州啊，要倒霉了。轩，别后悔。这轩哥教育起人来的时候，还挺有男子气概。可不是嘛，海轩平时在我们万花楼可吃香了呢，有不少女弟子都暗恋他呢。不过海轩都不在意。小妞，长挺标致，现在无耻！这一巴掌还给你的，这一巴掌打你不尊重女性，这一巴掌打你的目中无人。文主，我们去逛街吧。走。于万州，你找死啊！你敢打我！你们是谁？人送鬼手13刀，杀人不见血，一刀封喉。鬼手13刀，这，你们就是鬼手13刀？你们来干什么啊？什么鬼手13刀啊？我家主子吩咐了，对大小姐不敬，杀无赦。大小姐？大侠，你们一定搞错了吧？这哪有什么大小姐啊？我海轩从来不打女人的。你们带走！喂，光天化日，你们这叫欺压百姓！你们知道我爹是谁吗？于小姐，救我！于小姐，救我！菲菲，你认识这些黑衣人吗？他们会把海轩带到哪里去啊？就是啊，这里可是芙蓉居啊，都没有人管吗？刚刚海轩可是一直跟我们在一起啊，除了收拾了云婉舟，也没有其他人了呀。难不成云婉舟就是他们口中的大小姐？云婉舟怎么可能是他们的大小姐？云婉舟什么德行，我知根知底的。他爹就是个乡下种田的农户，怎么可能是大小姐？就是啊，真正的大小姐就是像菲菲这样贤良淑德、秀外慧中。我们可能会是云婉舟那种相貌平平、不懂教养的野丫头呢。那奇了怪了，海轩会得罪谁呀？我听说海轩这个人平时吃喝玩乐什么都干，还喜欢赌钱，说不定是在哪家酒楼调戏了哪家富家千金吧。我猜也是，他就是活该，平时花天酒地的，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他们口中的大小姐是云婉舟，也不是没有可能。云婉舟真的是大小姐？你们忘记了，她跟那个老男人……不是吧？难不成那些人是那个老男人派来的？我也只是猜测嘛。阿成是弄错了吧？那种老男人也只是贪图年轻女人的身体罢了，外面还不知道演了多少莺莺燕燕呢，怎么会对云婉舟这种人上心呢？就是啊。对了，我们去附近逛逛吧。我听说这条街有可能会遇见王公贵族呢，我们去看看。菲菲，这附近的街你一定经常来吧？那个我那还用说嘛，这条街可多归靖王府管辖，菲菲可是郡主呢，这平时出门身后肯定是一排女人护卫呀。是吧？这附近的新月楼啊，我听说也是靖王府的产业呢。菲菲，你熟门熟路的，带我们去看看吧。好啊，那我们去看看吧，正好我也很久没有逛了。新月楼，这不是我大哥年少闲来无事和几个经商的朋友合伙开的珠宝行吗？现在可是京都最大的珠宝行了呀！哎，走，我们进去看看。不用了，这个新月楼的珠宝很贵的，不是我们这种人可以消费得起的。我听说这附近有家杂货铺，里面有很多低档手链，不如我们去那吧。文竹，什么叫我们这种人呀？你不要妄自菲薄。我爹爹告诉过我，大家都是平等的，想要得到尊重的前提是要学会自我尊重。婉舟，你喜欢什么？走，随便挑，我送给你。
你俩是买珠宝的吗？我们看看。我们新月楼的珠宝啊，随随便便一件就100两黄金。若是消费不起，就麻溜点，赶紧离开。隔壁的杂货铺啊，比较适合你们这种人。我说，你是新月楼的伙计吧？一直开门不做生意还赶客人，你这么喜欢以貌取人，当什么珠宝店伙计啊？我一看就知道你们是消费不起的人。你觉得我有必要把时间浪费到你们身上吗？买不起就赶紧走，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啊？你哟，我当这是谁呢？云晚舟，这是星月阁，也是你能来的地方吗？哼，这不就是个珠宝店吗？我想来就来，这腿长在我身上，怎么我还不能自由出入嘞？其他人当然可以，但是你不行。这新月楼可是京都顶级的珠宝店，能进入这里的都是名流权贵，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你什么样，也配进新月楼消费？你有钱吗？这星月楼随随便便的一样珠宝，可都是100两黄金起步呢。就你爹那1个月几文钱的收入，就是再种50年的地，也买不起星月楼的1件珠宝吧？对了，你是这里的伙计吧？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晋王府的大小姐。啊，晋王府的哪位大小姐啊？还能是哪位？晋王府能有几位大小姐呀？哎呀，原来是晋王的掌上明珠明慧郡主啊！郡主有失远迎，有失远迎。我可也姓云呢。你的云能跟菲菲的云一样吗？人家爹可是晋王，自小含着金汤匙长大，是晋外仙宠爱于一身的明慧郡主。你爹不过是个地里种田的农户，贱民一个而已，就你也配跟菲菲比？就是，没这命就别在这装，也不嫌丢人。你们新月楼不是只有名流权贵才能进来吗？怎么他们这种贱民也能进来？他们根本就消费不起。秋月姐，我们就是看看。看什么看呀？怎么，难不成多看几眼你们就买得起啦？什么样的身份做什么样的事情，这眼高手低呀，可不好。哎呀，郡主，刚才啊，在你没来之前啊，我就想把他们赶走了。既然他们想看，就让他们看就是了。开门做生意，没有把人赶出去的道理，省得有新人传出去了，败坏店里的名声。哎呀，菲菲，还是你善良大度。郡主啊，都听您的。你们看一下，这些啊，都是我们新月楼的最新品，你们都随便看一下。哇，这些款式好漂亮呀！这个翡翠应该不便宜吧？菲菲，这站在顶端的滋味怎么样呀？被人追捧应该很享受吧？这有些人呢，自己没有，就又眼红又不承认，这话里话外啊，都透着一股酸酸的味道。我说云晚舟，你还真是没完没了了。女人活成你这个样子，我真是替你感到悲哀。菲菲顾全大局，不把你赶出去，你不谢谢她就算了，还在这里胡说八道。你就等着吧，你好好享受你现在站在顶端的滋味。等你摔下来了，那可是粉身碎骨。别怪我没提醒你。云晚舟，你脑子进水了吧？懒得跟你扯。我什么意思？你应该比我更清楚。菲菲，这纸可包不住火呀。哎，真是晦气，跟这种人做同事，真是倒了8辈子的霉了。菲菲，回头再收拾他。我们还是先看珠宝吧，这星月楼的新品啊，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呢。对呀，我们还是先看吧。菲菲，这个好漂亮呀！这黄金好大。郡主啊，这黄金叫做比翼双飞，代表着忠贞不渝的爱情，寓意非常好，特别适合郡主您。还有刚才他看的那个双凤莲蓉玉啊，都是从波斯国刚刚进口而来，都是皇宫里的大师打磨的，特别适合我们郡主的朋友。这翡翠好漂亮呀，菲菲，这整个西月楼都是你的，咱们又是朋友，你看能不能把这个翡翠送给我呀？菲菲，我好喜欢这串项链呀，
你家可谓是富可敌国了呢，1、2串项链，你应该不会介意吧？当然不介意了。这些我全要了，全部打包吧。哎，好嘞，郡主，麻烦你这边结下账。我还要结账？就是啊，你什么眼力见儿啊！我们菲菲可是靖王府的名惠郡主，别说你们这批珠宝了，就是整个星月楼，只要菲菲想要，不过是她一句话的事儿。对呀，菲菲可是郡主哎，在自己家的店还需要付款，这不是笑话吗？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这些新款给郡主打包好。行了，我也不为难你了，把这些珠宝全部记在我爹账上。现在给你打包，我要带走。可是这什么这那的？你这店员是榆木脑袋吗？我来自家店里拿点珠宝怎么了？哎呀，你们不常来新月楼，怕是不知道这儿的规矩吧？今天就算是靖王来，也要老老实实付款。新月楼的规矩就是钱货两清。爸爸，都是你这头蠢猪，这个忙也帮不上，净坏了好事。天明哥，天明哥。我说你这伙计是脑袋里有浆糊吗？我都说了，把这些珠宝记我爹账上，回头让我爹来结。就是啊，你这伙计怎么回事？在靖王府的名惠郡主面前还敢顶嘴，小心你饭碗不保。可这是我们店里的规矩，我真做不了主啊。什么这那的，再废话就去账房那里把工钱结了，滚出我们店。听见没有？还愣着干什么？婉舟啊，他们这样为难店里的伙计是不是不太好呀？毕竟店里有店里的规矩。哎，郡主，我大哥在新月楼吗？昨日边疆凯旋刚回京都，就被皇上召回宫里了。去把新月楼的秦管事叫来，让他处理一下这几个闹事的。是。郡主，你大哥让我来问一下你，你为什么要去小酒馆当学徒？你可是靖王的掌上明珠，千金之缺，何必要受这份罪啊？我并不想进宫学那些繁文缛节。我大哥从小最懂我了，他应该知道我想要什么。是郡主，小的会如实相告。婉舟，我们还是走吧，反正跟我们也没有关系。这好戏还没结束。这个双克银玉佩，还有那些珠宝，通通打包，我要带走。啊，好的，郡主，我现在就给你打包。还有这个金簪，我要一起打包。啊，这金簪被人预定了。谁呀？居然敢跟郡主抢东西！郡主看上了这个金簪，那就把预定的名额取消了就好了呀！赶紧给郡主把这些全部都打包。这都已经跟你们说过，这个金簪被预定，预定知道是什么意思吧？人家已经买了，付了定金，除非自愿退，这东西就是别人的。你们不会连这个道理都不懂？他说的没错，郡主，你看上的这金簪呢，价值1万两黄金呢。你要是喜欢金簪啊，下次来新品，我给你留着，你看可以吗？这个金簪价值1万两黄金，我要定了，今天一起打包。云菲菲，你适可而止吧。云婉舟，你别再胡闹了，要我把你撵出去吗？出什么事了？啊，秦管事，你终于来了。大小姐，您来了。这秦管事叫我大小姐，他怎么认识我的呀？秦管事好。秦管事，有事说事吧。云婉舟，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给我闭嘴！你是谁？秦管事，我是大小姐呀，我姓云呀。就是他顶着云小姐的名义闹事啊！大将军交代，一定要处理到大小姐满意为止。到底怎么回事？
是郡主看上了这批珠宝，要打包带走。郡主？你是哪个郡主啊？糟糕，他该不会认识真的明慧郡主吧？我听我娘说，郡主鲜少露面，这可如何是好呀？还能是哪个郡主？当然是明慧郡主了。你是这新月楼的管事吧？我们郡主看上了你们这个金簪，还不赶快给我们打包？我们赶时间呢。你们这新月楼一个两个的，怎么都这么没见识啊？可是这金簪被人预定了。想要这金簪也不是不可以，结账付钱，这边走流程。走什么流程啊？这可是郡主，直接把钱记在郡主他爹晋王头上就好了。你说是不是啊，菲菲？是吧？其实这金簪我们也可以不要的，其他的打包就行了。这位郡主好眼光啊！这批珠宝首饰随便一件可都是价值200两黄金啊！菲菲的眼光能不好吗？管事儿的，麻烦你赶紧打包吧，我们还要去万寿堂做保养呢。当然没问题。冬雪，把这位郡主购买的这批珠宝首饰全部打包，走流程。郡主这边请。请问您是付银票还是黄金呢？刚才不都说了吗？直接记在晋王的账上。哦，那意思是不付钱了？秦管事，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这菲菲是晋王府的郡主，这新月楼都是晋王府的，怎么郡主在自己家的店买东西还需要付钱吗？行了，秦管事，这些就记我爹账上吧。不好意思啊，这位郡主，我们店不赊账。或者你也可以让人给你爹捎个信儿，这件事儿让你爹来处理。都说了记在晋王账上了，你听不懂人话吗？这种小事情何必劳烦晋王呢？你一个小小的管事，敢不听郡主的话，你好大的胆子！小心郡主一句话就把你押送大牢！你个泼妇，还敢在我们星月楼闹事？信不信我现在就让护卫打断你的狗？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亏你还是星月楼的管事呢，怎么能打人呢？信不信我告你？这位郡主，不好意思啊，我们店也就是开门做生意的，可不是让你胡作非为的地方。既然你不听劝阻，那我也就没必要跟你客气了。你算是什么东西？你给我滚开！秋月，你没事吧？婉昭，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秦管事在教训骗子。秦管事，我告诉你，你别太过分了，我爹不会放过你的。你爹？你当我秦问天这些年是白混的吗？就你们这样的阿猫阿狗也敢来威胁我？不是要买珠宝吗？钱货两清，我们将军吩咐了，买得起就赶紧老老实实的给我付款结账，买不起就好好的教训一顿，教训到我们大小姐满意为止。你什么意思？点到为止就行了，还要我把话说得那么清楚吗？这年头招摇撞骗，竟敢骗到我们星月楼来了，你好大的胆子啊！你好大的胆子，敢动郡主！你以为你是星月楼管事的就了不起啊？信不信我们菲菲让你饭碗不保？还想让我饭碗不保？那你倒是试试看，看是我先饭碗不保，还是你这个所谓的郡主先在京城消失？你好大的胆子，还敢让郡主在京都消失！你放开我！这年头还敢在我面前装腔作势，我告诉你们，今天就算是晋王亲临，也一样要给我付款结账，走流程。你打我！你是不想在金月楼干了？我打的就是你！你这种爱慕虚荣的女人，我见多了。2亿黄金的珠宝你都敢抢，今天要是让你得逞，老子这辈子就白干了。我哪有抢？我都说了，记我爹账上，他会付钱的。哼，你说你爹是晋王是吧？我们星月楼多的是大将军的暗影护卫，你现在就可以让护卫去晋王府寻晋王。若是晋王同意，我亲自给你打包。菲菲，
大司马将军不就是你哥吗？你让暗影去通知你爹，这个管事的太嚣张了。你让你爹带人过来教训他一。菲菲，暗影呢？你赶紧让新月楼的暗影出来呀！你是千金大小姐，她不过就是新月楼一个小小的管事，竟然如此嚣张，都骑到你头上撒野了，我都替你委屈。就是啊，菲菲，一个管事的都敢在你面前放肆，给他点教训。菲菲，你爹不是晋王吗？不如就听秦管事，让暗影把你爹找来，给这个秦管事点教训。秦管事有何吩咐？这位郡主，吩咐吧。那个，我爹此刻肯定不在晋王府里。今天早上他跟我娘去江南游玩了，即使此刻暗影动身，也需要好几个时辰才能回来。你这口才和反应能力还真是机智呢。这晋王下江南，京都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呀？你这个贱人，你别以为你这样怪气了我就怕你。秦管事，把他带下去。是。你们干什么？干嘛？你说句话呀！大小姐，您受惊了。秦管事，我记得店里的规矩，咱们开门做生意，无论贫富贵贱，一律公平对待。不错，我们星月楼平等对待所有客人。你身后这位伙计，可是从我们一进来就嘲讽我们买不起这里的珠宝，让我们滚啊！还有这种事儿？哦，不是的，秦管事，我错了，我知道错了。我们星月楼员工手册的第1条是什么？一切以服务客户为宗旨。你这种素质是怎么通过考核的？就因为你这种行为，不但给我们星月楼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同时还无形当中抹黑了我们大司马将军爱戴百姓的名声。秦管事，是我眼拙，我知道错了，我下次再也不敢了。你这种行为不适合做我们星月楼的伙计，赶紧走吧。秦管事，求求你了，再给我一次机会了。赶紧滚！是。婉主，你喜欢什么随便挑。晚舟，可是我买不起啊。不用你买，我送给你。你爹不是在田里种地吗？我怎么能让你破费呢？是这样的，刚才因为伙计的事儿，给2位带来了不愉快的体验，算是我们店对2位小小的补偿。喜欢什么您随便挑。这不太好吧？毕竟店里不是有店里的规矩吗？问主，你喜欢什么就随便挑，别客气。你平时在万花楼里那么照顾我，这算是我对你的一点心意。可是那也不能让你破费啊！你家里本来就困难，我怎么能让你掏钱呢？这也才几千两而已，不算破费。几千两银子都够我奋斗大半辈子了，我们还是去杂货铺吧。这大小姐还真是去体验人间疾苦呢啊！走。你们干什么？小心我告你们！云菲菲，你不是郡主吗？那个秦管事居然把我们赶出来，他难道不认识你吗？就是啊，云菲菲，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哎呦，你什么你？这整个西苑楼都是晋王府的。我听闻大司马将军身边的暗影轻功了得，你只要让暗影回去通报一声，我们怎么会被赶出来？难道你在害怕什么？这么说来，我倒是想起了一些事。我刚才听秦管事话里的意思，你不是晋王的掌上明珠，根本不是什么郡主。什么？你不是郡主？你敢骗我？秋月，我警告你啊，云菲菲，你最好把话说清楚。我秋月可不是吃素的。
你不是郡主，难不成那个云婉舟才是靖王府郡主？对呀，你们俩可都是姓云啊！什么？云婉舟才是郡主啊？不可能，我才是郡主，她怎么可能是郡主？我对她知根知底的。云婉舟她爹就是个农户，乡下种田的贱民，她怎么可能是郡主？也对，云婉舟那个女人不守规矩，不懂礼仪，怎么可能是千金之躯？不过菲菲，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还能怎么回事？那个姓秦的管事，他是个新来的，狗仗人势，不认识我。不认识也不能那么欺负人吧？你为什么不派人去通知靖王？这种事情只要通知一声，保管能把那些狗东西治得服服帖帖的。我都说了，我是出来历练体验生活的，我总不能遇到什么事情都让我爹出面吧？我不想让他觉得离开他什么都不行。对不起啊，菲菲，刚才是我误会你了。就是啊，菲菲，对不起啊，我也误会你了。你们两个狗仗人势的女人，等我做了万花楼楼主的真传弟子，第一个把你们赶出万花楼。我也能理解，刚才那种情况是谁也能这样的。要怪就怪那个云婉舟，她居然让秦管事把我们赶出来，还让人打我们，真是气死我了。云婉舟，就坏我的好事。不过菲菲，这个云婉舟不是喜欢老男人吗？我听管事说，咱们万花楼准备在全城召开品酒大会，这整个帝都最大的酒庄就是一品轩的王老板。我们要是能得到王老板的资助，那这个事情就可以顺利展开。你的意思是？我听闻这王老板60多岁，最喜欢未出阁的女子。管事为了考验我们这些学徒，肯定会让我们去跟王老板谈一谈，届时让云婉舟去伺候王老板。到时候你坐小骑乘，我再帮你跟管事美言几句，这个美差保管你能到手。秋月，还是你会来事。客气什么？我们两个什么关系？这次若能得到王老板的资助，说不定你可以成为楼主的亲传弟子。到时候你别忘了我们两个。放心吧，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管事，我们万花楼不是向来只做瓜果行业的采购和贩卖吗？怎么现在好端端做起黄酒的生意了？婉舟啊，咱们万花楼呢，虽然是京都食材供应链的顶端了，但是做买卖的都知道啊，这鸡蛋你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边。你呢还是个学徒，需要学习的地方很多，我呢也不能什么都告诉你。不过你放心啊，只要你拿下王老板的资助，我是不会亏待你的。可是管事，我前几天才刚跟高掌柜签下他们蔬菜店铺的合作，现在这件事情恐怕实在是忙不过来呀。高掌柜店里的事你让菲菲去接手吗？你呀就负责王老板，只要你拿下王老板的资助啊，我保证让你当楼主亲传弟子。是。哎呀，行了啊，你赶紧准备去见王老板了。这次跟王老板的合作呢，也是对你的一次考核。你要是完不成，就别干了啊。夏管事，你真坏！哎呀，菲菲呀，看，这不是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吗？我可都是按照你说的办的啊。长这么丑，还想吃老娘豆腐？要不是看在你是我管事的份上，老娘多看你一眼都恶心。夏管事，你这是哪里的话？不过你可别忘了，到时候如果云婉舟拿下了王老板的资助，你答应我的事可不能反悔啊！想不到这晋王府的郡主这么火热呀！哎呀，真是意犹未尽啊！就是不知道这床上功夫怎么样呢？夏管事，你想什么呢？啊，没有，那个菲菲你放心啊，只要拿下王老板的资助，这功劳我肯定算在你头上。要是他云婉舟搞砸了，我就把他赶出万花楼，保你满意。夏管事，那你说的要做到。哎，一定。婉舟，
听说你要去一品轩找王老板。是啊，那个下管事指明让我去。婉舟，你还是别去了。我刚才听那些老学徒说那个一品轩的王老板不是什么好人，他就是个老头，就喜欢玩年轻的女子。是吗？还有这种？是啊，婉舟，太危险了，你还是别去了。文竹，你别担心，我只是去找王老板谈点事情而已。这次品酒大会的部署我已经都安排好了，总不能还没尝试就放弃吧？这样不符合我的做事风格。可是一品轩的那个王老板真的不是什么好人，你一个女子，他会欺负你的。而且你看这次品酒大会，想要去寻求合作帮助的肯定不止你一个人。要不咱算了吧，你要是缺钱，我可以借你，能帮的我尽量都帮你，你别做傻事啊，婉舟。文竹，谢谢你，不过我不怕。那这次是王老板，下次还有什么李老板、张老板？那我每次逃避的话，我还来万花楼做什么呢？婉舟，可是他真的很坏的，你别去。文竹，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是我不想逃避，问题来了就要解决。你先去忙吧，我先走了。哎呀，怎么办呀？那个王老板真的不是什么善茬呀。宝贝儿啊，你最近是不是瘦？老爷，你好坏呀！还是胖点好，胖点啊，摸起来舒服。老爷，你坏死了！老爷，万花楼的说新来了个女学徒，说要见你。见什么见？没看我这忙着吗？可是她在门外已经足足等了快1个时辰了。行了行了，把她放进来。王老板，久仰久仰，我是万花楼的云婉舟。啊哟，是婉舟啊，好名字，人如其名啊。找我什么事啊？王老板，这是我们万花楼品酒大会的文书，还请您过目。你在万花楼做什么的呀？我是万花楼的新学徒。万花楼跟我谈合作，怎么的也是个掌柜才行啊！派你一个小学徒来，谈什么合作呀？王老板，我们万花楼的品酒大会对于一品轩来说，也是一次创新和改变。你们一品轩在顶峰已经很久了，是时候需要做出改变。这合作嘛，跟谁谈也是一样，只要有钱赚就可以。您说是不是啊，王老板？所言极是，沟通沟通也不是不可以。我这人嘛，就喜欢在床上沟通。王老板，我这次来是跟您谈合作的。我不是说了吗，观众，谈合作要讲究诚意呀。您想要什么诚意？当然是床上的诚意。品酒大会只不过是一个小合作，但对于你们万花楼而言，这可是战略性的转变啊！你觉得我会为了一次合作就出卖自己？有意思，我就喜欢这样烈的。老爷，这女的有什么好的？我懂，这样的青春的玩起来才刺激。在床上撕开他们的面具，露出他们本来的面目。王老板，现在一品轩的市场竞争压力应该也挺大的。面对西域王朝的低价红酒，还有海外各国的各种竞争，你们一品轩也是时候推出新的东西。如果继续墨守成规，相信对于一品轩的发展也不好。看来你是带着诚意来的呀，还知道了解了解我们一品轩现阶段的需求。王老板，毕竟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还是请王老板看看我们的合作文书吧。我相信这次合作会是共赢的。既然我们万花楼能在蔬菜瓜果行业市场做到顶尖，这次的品酒大会相信也不会让王老板失望。这万花楼
不过是刚起步的小店，别想跟我们一品轩这百年老店谈合作。哎呀，不过晚舟啊，这合作嘛是不可以。这春宵一刻值千金，陪我玩一玩，合作好说。王老板，一把年纪了，您别开这种玩笑。这种玩笑你不喜欢？我这人啊，就喜欢有诚意的合作。这样吧，来点餐前小菜，把衣服脱了，一件儿一件的脱到我满意为止。我可以给云小姐这次合作的机会。你无耻！无耻？我给你机会，你说我无耻？这张脸不错，细皮嫩肉的，我王啸天就喜欢这款，难怪你们楼主派你来谈项目，这不就是把你送上来吗？还跟我装什么装呀？啊？王老板，请您自重。有意思，真有意思。云小姐，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老板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呗。做你们这行的女人，谈点项目不就是靠睡男人吗？今天这身衣服，你是脱也得脱，不脱也得脱。我给你次机会，你是自己脱，还是老子帮你脱？王老板，看来您确实不想谈这次的合作，我就先行告辞了。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怎么？你当我这一品轩是街边地摊啊？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放开！你这种女人我见多了，不就是自视清高吗？我给点钱，不是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你王老板，我劝你最好放开我。你怎么玩个女人，我还要畏手畏脚？这是在我的地盘，捏死你，我如同捏死一只蝼蚁。老爷，咱们一品轩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了。等下您还宴请了大司马将军来府邸，想必还要请大司马将军指点一二，这样不太好吧？大司马将军来不来还不一定。听说他最近要去边疆了，他放鸽子不是一次两次了，怕什么？去帮我把皮鞭拿来。是。最好放开我！都自己送上门来了，还跟我装什么装？别动，等下就让你爽！你放开我！你要是今天敢动我，你会后悔的！哎呦，还威胁我呢，我好怕呀！老爷，你的鞭子。怎么样？喜欢吗？我哥是大司马将军，你要是敢动我，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什么？你哥是大司马将军？没开玩笑吧？那晋王岂不就是你的父亲？那你岂不就是明惠郡主？开什么玩笑！明惠郡主怎么会去万花楼当一个小学徒啊？你要是明惠郡主，那我就是晋王。喊声爹来听听。看你这种男人，多活一秒我都觉得恶心。就算今天不为我自己，我也要为被你欺负过的那些女孩讨回公道。我要把你公之于众，让你身败名裂。哼，跟我合作的只有两种人，要是在我床上的女人，要么是地位在我之上的男人。云婉舟，你想想你自己算是哪种人？你这个畜生！都说了，乖乖听话些，合作的事好说。你怎么就是不听劝呢？看在你长了张还过得去的脸上，老子再给你次机会，是乖乖的伺候老子，还是老子来伺候你？女人呀，还是不要太逞强，否则没好果子吃。敢动我一下，我全家都不会放过你。好，今天就先办了你，再弄你全家。放肆！老爷，是云将军。云将军，您来了，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您这边坐。哥，说说看，他怎么欺负你了？哥替你做主。他真的是你妹妹？废话，
她不是我妹妹，难不成是你妹妹？姓王的，连我靖王府的人你都敢碰？你们王家是不是嫌离都京都太久了呀？不是，云将军，我真的不知道她是你妹妹云慧郡主啊，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哥，这个王老板丧尽天良，恶贯满盈，不知道残害多少无辜女孩，你一定要替他们讨个公道。怎么？要是我不来，是不是要用鞭子抽死我妹妹啊？不，云将军，冤枉呀！我妹可是我爹的掌上明珠，平时含在嘴里怕融了，捧在手里怕化了。你敢动我妹妹，找死！云将军，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就饶了我吧。哎呀，敢动我妹妹，一句知道错了就算了，信不信我从此让你消失在京都？云将军，你就饶了我吧！你不是一直想要我们一品轩吗？我这就把一品轩送给你。明慧郡主，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不是想让我们一品轩自助吗？我这就签字盖章。我求你饶了我吧！谁要跟你这种卑鄙小人合作？以后我妹妹的事情会由我亲自来掌控，就不劳你费心了。给我滚！谢谢云将军。你说说看，一个郡主，你去接管什么万花楼啊？今天是王老板，明天是李老板，你要怎么应付？我只是想证明自己，不想让别人说闲话。实话告诉你，爹已经买下了万花楼。你要是想证明自己，明天就去接管万花楼，争取把万花楼做成京都最大的酒楼。什么？爹买下了万花楼？不错，每日万花楼楼主会宣布这件事情，你会成为万花楼的新任楼主。万花楼楼主因为身体欠佳，加上一些居心不良的伙计，导致万花楼近半年内一直亏损。你接手后，需要好好打理万花楼，这是你证明自己实力的绝佳机会。好，我知道了。环州，你可算回来了，我担心你啊。听说一品轩王老板那个人一肚子坏水，他没欺负你吧？你没事吧？都已经搞定了，别担心了。环州，你也太厉害了吧，连一品轩王老板这种恶霸你都能搞定。其实这次还是挺顺利的，多亏了有我大哥。你大哥？他是不是欺负你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没什么事，这件事说来话长，我以后再慢慢跟你说。咱们先进去吧，走吧。婉州，不错啊，不错。还是云婉州会做事呀，连王老板这个老男人都能搞定。哎呀，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拿到了合作，在我这儿从来都是以结果为导向的。婉州非常棒，值得表扬，值得表扬。哈哈哈哈。下管事言重了，我来万花楼做学徒，本来就是学习经商之道，和商贩打交道也是我的任务。那个上次你和高掌柜的那个瓜果蔬菜的生意啊，你就继续负责跟进啊。咱们万花楼和一品轩的这个品酒大会，那是重中之重。你呢，作为一个小小的学徒，我估计你忙不过来，所以这件事呢，交给菲菲处理。谢谢下管事。什么？你要交给菲菲？你有什么问题吗？对呀，你有什么问题吗？云婉州，你这什么态度啊？竟敢对我们下管事这么说话？照您的意思，我辛苦拿下的合作就要拱手让给云菲菲吗？你话怎么能这么说呢？啊，这菲菲的能力在咱们万花楼那是有目共睹啊！哎，人家的业务能力比你强吧？
而且人家菲菲的身份和地位能给咱们万花楼带来无限的荣耀。哎，让人家菲菲来处理品酒大会这个事儿，那学徒之间不会有任何意见。那您的意思是说，我来处理，学徒们之间就会有意见？这是什么道理啊？于晚舟，我是不是给你脸了？敢这么跟我说话？本来还想着你拿下了合作，那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哎，我还想让你当我们这个万花楼的长期学徒的。哎，现在没这个必要了啊！就冲你顶撞我，决定了，我好好教育教育你。难怪万花楼现在经营不善，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管事，万花楼才这么乌烟瘴气。于晚舟，你是不是不想干？不想干了，你可以滚蛋！你会为你今天所做的一切后悔的。于晚舟，你疯了吧你？这学识背景你哪一点比我强？这次同一品轩的合作的确是你拿下来，不过是我给你的机会吧。要是我亲自去找王老板谈，一样也是能拿下合作的。你去找王老板，不过是下管事给你的机会罢了。你还得寸进尺，还真是蛇鼠一窝。怎么，云菲菲，你是不是早就跟下管事串通好了呀？什么串通不串通的？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既然一品轩的项目下管事交给了我负责，那我一定不会辜负他的期望。你看看人家菲菲的态度。哎呀，菲菲啊，咱们万花楼呢要被大人物给买下来了。这个老楼主身体不佳，明日就要隐退了。哎，明日也是新楼主上任的日子。你在咱们万花楼啊表现得非常不错。哎，我听说这个新楼主年过60旬，哎，只要你能成为他的亲传弟子，哎，说不定以后你也能当楼主啊！真的，多谢了，我一定好好干，给你长脸。哎呀，好说好说，菲菲啊，是郡主，以后别忘了提携提携我呀。夏管事，你说的哪里的话？夏管事，我还真期待明天呢。谁不期待呢？明天还能见到新楼主呢。要是表现得好，说不定还能升职加薪呢。行了，云晚舟，你目中无人，顶撞本管事，我宣布，你被开除了。记住了，明天这个时候，这句话我会原封不动还给你。云晚舟，是不是有病啊？整天的胡说八道。这种人走了也好，省得给咱们万花楼添麻烦。菲菲啊，明天啊可就是新楼主上任的日子了，你一定得好好表现。夏管事，你就放心吧，我以后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晚舟，听说你被夏管事赶出了万花楼，这到底怎么回事呀？到底谁赶谁走还不一定。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对了，你离开这了，我要不跟你一起走吧？我在这也待不下去啊。文竹，我不会走，你的能力我再清楚不过，以后还需要你多多帮衬。我回去准备一下，明天你就等着看好戏。菲菲，等会儿就是你大发光彩的重要时刻，以后咱们几个可都要仰仗你了。就是啊，菲菲，以后咱几个可都要靠你了呢。放心，我有现在还得感谢你们的照顾呢。蔡管事，你来了。哎，啊，岳楼主啊，您来了。人都到齐了吧？对，差不多人都到齐了。哎，岳楼主啊，这新任楼主什么时候到啊？哎呀，咱们新任楼主啊，他喜欢云游四方，而且呢又是皇亲国戚，估计是来的路上耽误了。徐长老何必这么着急呢？我这不是急着见见新楼主啊！相信啊，万花楼的诸位都知道，我们万花楼被晋王买下来了。没想到啊，咱们小小的一个酒楼，竟然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晋王看上了，属实是三生有幸。还真是晋王啊！啊，被晋王买下了，
这新楼主该不会是靖王吧？那等下靖王也会来吗？那我身份岂不是暴露了？菲菲，你在想什么呢？等会儿可要好好表现。靖王整日忙于政务，怎么会来万花楼呢？不管了，等下借机行事，我必须要拿下万花楼。哎，岳楼主，咱们万花楼这次学习经商的队伍里边，有一个学徒拿下了一品轩的合作呢。干得不错，夏管事。这样，新楼主还没来，不如先让负责一品轩的学徒给大家分享分享合作的事儿。菲菲，快！大家好，我是……不好意思，各位，路上有事耽搁了，我来晚了。云婉舟，你都被赶出万花楼了，还来干什么？你觉得我来干什么？云婉舟，你都被个下管事赶出去了，不要脸！今天是万花楼新任楼主上任的日子，新楼主马上就要来了，你不赶紧滚出去！岳楼主，这儿有个不服管教的学徒，该怎么处理，不用我说了。岳楼主，他是万花楼的云婉舟，他已经被下管事赶出去了，不信你问问下管事。是啊，岳楼主，这个云婉舟啊，他目中无人啊，他还不尊重本管事，我已经把他赶出万花楼了。这事儿也确实是我的错，我没有好好管教自己的弟子，丢人，你个丢人呐！于婉舟，你在这发什么疯？菲菲拿下了一品轩的合作项目，正在发表她的经商之道呢，你还不赶紧滚！发疯也不看看场合，还不赶紧滚！岳楼主，是刚才在座的让我滚的这些人，你知道怎么？遵命，我把他们全都开除。还有这个云菲菲，冒名顶替晋王府明惠郡主的身份，为所欲为。你觉得该怎么？于婉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这里是万花楼，岂能容你放肆？还不赶紧滚！各位听了，我才是晋王府的明惠郡主，今天新上任的楼主是我。什么？于婉珠，你才是郡主？云菲菲，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云菲菲，你这个贱人，你竟然敢骗我们！岳楼，毫不相干的人就赶出去。这个云菲菲逐出京城，流放北域。是，我这就安排。来人啊，把云菲菲给我带去，好好收拾一下。啊，对，带出去。婉舟，我错了，婉舟。还有你们几个，是自己滚呢，还是我命人请你们出去？岳楼主，这以后万花楼的事务就交给是，我这就安排。今日的上任大典到这儿就结束，大家散了。嗨，郡主，您以后有任何事儿随时吩咐我岳某定当万死不辞。岳楼主，您言重了，这万花楼日后还需要您多操心呀。我学艺不精，日后还要向您多学习。能为郡主效劳是我的荣幸，我先告辞。婉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对不起啊，文竹，隐瞒你这么久，我就是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是一个一无是处的郡主，所以才隐瞒身份出来闯荡。没事的，婉舟，你才是我见过最厉害的郡主。啊，对了，文竹，最近万花楼要先交给你打理，我要回趟晋王府。是出什么事了吗？陈安他娘想要见见我。莫不是你的如意郎君？我要回府邸同我娘商量商量。好，放心吧，万花楼就交给我啦，你去忙你的终身大事吧。婉舟，这礼物我和你爹爹都已经商量好了，这些呀是圣上赏赐给我们的一些西域贡品，天山雪莲、千年人参，价值几十万两黄金。要是不够的话，再去你爹爹的收藏室取2份字画出来。娘，
我第一次去见陈安的家人，就带这么贵重的礼物，这不太好吧？再说，我们还没结婚呢。你们晋王府也是大户人家，你爹是堂堂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晋王，你是我们大燕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名惠郡主，莫要失了礼数。陈安家是普通老百姓家，我第一次见面就送这些，陈安自尊心强，难免会多想。一会儿在江南阁会见亲家，你多做准备，免得失了礼数。今日萧贵妃在皇宫有一场赏花宴，等我从皇宫回来就去会见亲家。好，知道了，娘。陈安，我是不是来晚了呀？没有，我和我娘也刚到，我娘在江南阁的2楼，我们上去吧。你怎么还带了礼物啊？我娘说第一次见面要懂礼数，有点担心。你娘要是不喜欢我该怎么办？你放心吧，我娘她很好相处的。走吧。娘，我同您介绍一下，她就是我之前跟您提过的婉周。夫人，坐。站着，别动，转一圈让我瞧瞧。哼，这是哪儿来的黄毛丫头啊？腿瘦腰细，没胸没屁股的，这一看就是常年吃不饱饭呐。这种小身板儿肯定生不出。娘，您说这个干什么呀？哼，老夫人，第一次见面，这是我给您带的礼物，这个里面有什么呀？天山人参，还有一些雪莲人参。我可告诉你啊，我平日里吃的那都是济池堂10贯钱1两的雪山人参，你这个东西是在哪个山沟沟里挖出来的？我都怕吃坏了身子。10贯钱1两的燕窝，可是我顶级的燕窝人参都是100两黄金都难求的西域王朝进贡给圣上的宝贝啊！娘，婉周来的可能比较仓促，也不知道您喜欢吃济池堂的燕窝，回头我亲自给您买。婉周是吧？你是哪儿人呢？啊，老夫人，我爹是大燕京都九州人士，我京都的。哎呀，那你在九州岂不是没有房产？哎呀，儿子，这一个乡野村户可配不上你呀。这龙州不是京都下面的州吗？他怎么还嫌弃了？娘，这京都可是皇城脚下，肯定比咱们龙州强。哼，你们家在龙都有住宅吗？这离皇宫是不是特别远呢？老夫人，我家在杏花岛建了阁楼，我娘说了，您要是喜欢杏花岛，可以邀您一起同住。什么？杏花岛？哎呀，儿子，你听听，都杏花了。哼，我看她呀，根本不是什么京都大小姐，这在京都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啊。哼，娘，这杏花岛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想必空气一定好，住着也舒服。这房子啊，其实都一样。你看咱们龙州的那些官员，不都是去那些穷乡僻壤的地方去避暑吗？那能一样吗？儿子呀，我看他家呀，肯定是偏远农户。哼，肯定啊，以前祖祖辈辈都是贱民。哎呀，儿子呀，我看你呀，就是个小糊涂蛋呐。娘，今天是婉周第一次拜访，您别这样。哎呀，这杏花岛啊，一听名字就不是什么好地方，真是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哎呀，娶了这么个贱民。我家杏花岛是我爹为了我娘打造的一座避暑山庄呀。这宋老夫人若是不喜欢避暑山庄，大可以住在我家京都的王爷府呀。婉周啊，你爹娘都是做什么的呀？老夫人，我爹平时喜欢养鸟，种花草，他素日管辖封地，
平时都什么种花草的？那不就是田里的农户吗？娘，婉周的父母做什么的不重要，我娶的是婉周。不行啊，陈安，这件事我坚决不同意。当初你说他的爹娘是做生意的，一年怎么也100万两银子，我才答应跟他见面。现在可倒好，来了迟到了还不说，连他爹娘都没来。如今他的爹竟然是个农户，你娶这样的女子，这不就是个笑话吗？老夫人，我跟陈安郎有情妾有意，陈安娶的是我，我嫁的也是陈安，这跟我爹娘有什么关系啊？哼，你爹娘就是个农户，在京都无权无势的。我们儿子10年寒窗苦读，当年那可是个状元呢。我们宋家在龙州，他也是个大户人家。哎呀，你这个乡野村姑根本就配不上我儿子。娘，我现在已经不是状元了，而且我的心也不在高堂上。3年前我遭人暗算，九死一生，所以才辞去大理世卿的位子，回到龙都去做商人。您以后就不要说这些了。儿子，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入朝为官，这个云婉州无权无势，根本就不是你的良配呀。老夫人，我算是看出来了，今日你让我来，根本就是看不上我吧？哼，你还有脸说？知道今日会面你也没守时，你没规矩就算了，连你爹娘也不懂规矩吗？娘，您就少说2句吧，这可是江南阁，闹成这样子不好看。老夫人，我来了。哎呀，素锦来了，快请坐。哼。哎呀，陈安，娘，今天是和婉周的家人见面，你带素锦来干什么呀？那又怎么了？这素锦又不是外人。今天是2家人见面，这个韩素锦来干什么？素锦呐，我一看见你就从心里往外的高兴。哎，伯母，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看见你有一点不开心，你是怎么了呀？哎呀，还能怎么了？就被这陈安给气的。哎呀，你说说，他竟然看上了这个乡野村姑。哎呀，他爹还是个种田的，无权无势。这说出去，哎呀，我都嫌丢人。哼，乡下种田的呀？哦，我听闻前2日南方发大水，许多种田的农户还染上了瘟疫呢。我爹管辖的那些地可没发大水，好得很。哼，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吧？我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韩素锦，是陈安哥哥的青梅竹马呢。现在呢，我在新月楼做事，1个月的月俸有100两银子呢。新月楼做事，这不是那刚被封了大司马将军年轻时候随几个朋友建造的楼吗？闲来无事在新月楼里做起了珠宝买卖呀。素锦长得好看，知书达理，人又乖，家里有钱有势，最重要的是啊，还在京都有住宅。可比某些个乡野村姑强上100倍，这样的姑娘才是我的儿媳妇儿。娘，我和素锦只是朋友。什么朋友不朋友的？那些个老夫老妻不都是从朋友过来的吗？只要郎有情，妾有意，这就足够了。素锦这儿媳妇儿啊，我是认定了。老夫人，今日这顿午膳在你的计划里，其实只是想让我离开你儿子。那又怎么了？这人往高处走，我儿子他可是个状元，像他这样的条件，就该找个门当户对的姑娘结婚。人家素锦可是从京都来的书香门第，现在呀还在京都最大的珠宝楼星月楼做事儿，1个月100多两银子呢。你呀，连素锦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娘，我都说过了，我现在已经不是状元了。哎呀，儿子，就算你现在不做官了，那也不能娶一个乡野村妇啊。哼，云婉州，我要是你啊，现在就拿着这堆垃圾，有多远滚多远。够了！
娘，今天是两家人见面，于情于理，你都不能这么做。儿子，娘也是为了你好啊。咱们宋家在龙州也是名门望族啊，你前程似锦，怎么能被这个野丫头给拖累了呢？哎呀，她一个农村妇，找一个农村的男人，喜结连理，不也是挺好的吗？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有分寸，不管是前程还是良人，我都会去争取。今天是两家人见面，就应该高高兴兴的。你要是有什么意见，咱们可以回去再说。哎，伯母，算了算了，陈安说的没错，既然是第一次见面，那就坐下来好好聊聊嘛。我们宋家的儿媳妇啊，非你莫属。至于有些人还想着乌鸡飞上枝头变凤凰，哼，做梦！老夫人，您说谁是乌鸡呢？婉州，你也少说两句。陈安，你觉得今天这顿饭还有吃的必要？你娘堂而皇之的拉着你的青梅竹马坐在饭桌，撮合他们。我为了见你的家人，千里迢迢从京都赶来，结果被你娘贬得一无是处。我看今天这顿鸿门宴，我是吃的烫嘴巴。哼，真是给你脸了，不吃就滚！是谁想让我女儿滚啊？娘，你来了。娘，这就是我跟您说过的陈安。你好，我是婉州娘。伯母，快坐。你就是宋夫人吧？我们家婉州在家里被他爹跟大哥宠着，性格是有些任性。有什么做的不好的，我这边替我们家婉州给宋夫人赔个不是。奇怪，这于婉州的娘怎么那么眼熟啊？好像在哪里看到过一样。啊，儿子，他还有个大哥呢。他大哥是做什么的呀？这你以后万一真娶了他，哎呀，他那个大哥还不得死皮赖脸的让你养着呀？娘，您就少说两句吧。宋夫人放心，我大儿子能自食其力，不需要你们宋家要。说的倒是轻松，他爹也是个农户。哎呀，这一年下来也没几两银子吧？万一真的娶了女儿，这彩礼还不都得留给你大儿子呀？这以后养老的重担还不都得落在我儿子的肩上啊？种田的农户，我们家老爷平日里是会养一些花花草草，不过都很名贵。宋夫人多虑。伯母，我娘她不是这个意思，你别往心里去啊。既然人都已经到齐了，那我们就再加点菜吧。小二，加菜。来了您呢。夫人，这是我们江阳阁新加的菜品，您过目。这江南阁还真不错，这点个菜还有这些玩意儿。娘，你要是不识字，我帮你点。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怎么可能不识字呢？小二，我要这个。夫人，您确定要点这个吗？对呀，我就要这个，给我来2份儿。夫人，可是这个是我们江南阁从西域请来的大厨的名字呀。大厨的名字居然写在菜单上，哼，成什么样子？真是。小二，夫人，请问您点点什么？1份香酥百合糕，再来2份蜜汁蜂巢糕，4份香酥芝麻糕，再来1份花开富贵。小女不喜甜食，太甜，这些菜品都少放些糖。再来1份10年的香泉酒。什么香泉酒？这可是后妃的酒啊！这皇宫里的后妃酒，听闻一坛都要100两以上啊！小二，夫人，有什么可以帮您的？点菜。夫人，您需要点点什么？就照他刚才说的，再来1份。夫人，您确定要一坛酱香10年的香泉酒吗？
酱香10年的香泉酒，可不便宜啊！贵又能贵到哪儿去？哼，又不是付不起。我今天就让他们知道什么是门不当户不对，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就这一个乡野的野丫头，哼，还想飞上枝头变凤凰，做梦！小二，我看你们这菜单上有从什么波斯过来的养生粉，可以美容养颜，这个我喜欢，你给我登记上。等会儿我和宋伯母用过的点心，就去你们的阁楼上看一下，这波斯过来的养生粉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江人阁的波斯养生粉只服务皇亲国戚，这是上面的规矩。哎，咱们素锦就是皇亲国戚呀。哎，你不是说你在京都认了一个什么王爷做干爹吗？快把这牌子拿出来，给这个不长眼的东西瞧瞧。看清楚了，这个是端王府的令牌。哟，不好意思，你这个令牌啊，可不是我们老板想要的令牌。你看清楚了，这个是端王的令牌。叫你们老板过来。我们老板没空伺候你。我这块令牌可以享受你们的美容养颜吗？哎呀，夫人，你这可是晋王的令牌。怎么可能啊？晋王的令牌不在晋王的身上，怎么可能在一块乡野村妇的手上？没错，这个呀就是晋王的令牌。哼，肯定是看错了。哎呀，一个乡野村妇怎么会有晋王的令牌呢？连我都没听过。哼，你那个是什么破牌子呀？不会是你们乡下交租的凭证吧？你没听店小二说吗？那个波斯养生粉只服务皇亲国戚。伯母，这陈安认识的都是一些什么人呀？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素琴，娘，你们两个都少说两句。哎呀，小的呢有幸见过晋王微服出巡，晋王的令牌那可是翡翠打磨，上面有京都龙纹，价值连城。哎，夫人，你可是我们江人阁的贵宾呐！今日诸位点的糕点，按照规矩全都算在我的老板身上。什么晋王令牌呀？不就是一个小小的破牌子吗？我娘手上这块可是货真价实的令牌，可不是什么破牌。夫人，您需要移步到皇室专用的包间用餐吗？不用了，刚才的菜品都点一遍，已经下去了。好嘞，夫人，您稍等。哎呀，素锦啊，他那个是什么牌子呀？哎呀，怎么比你人还厉害呢？我都看不懂啊。这京都晋王的令牌可是尊贵无比的呀。伯母，你不是说他们一家都是乡下人吗？怎么会有京都晋王的令牌啊？我看呐，肯定是瞎猫碰死耗子，在路上捡的。你看看他俩的穿着打扮，穿的都是地摊货，能有什么钱？婉昭，令牌的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姑娘，我曾有幸在京都救了一位大人物，这令牌就是大人物所赠。啊，原来是大人物所赠啊！哼，云夫人呐，我听说你们家在那个什么杏花岛上有住宅。哎呀，这杏花岛的名字啊，一听就是个乡下的地方。那乡下可不就是贱民吗？我们家程安啊，他以前可是个状元呢。哦，原来还是个状元，10年寒窗能考上状元，确实不错，敬佩呀。虽然我儿各种原因离开了京都，哎呀，回到了龙州做生意，但是现在也在龙州有了2座府邸。你女儿就是一个乡下丫头，哎呀，跟我儿子是不会幸福的。这孩子小不懂事儿，咱们做爹娘的应该多多把控啊。宋夫人说的有道理，这凡事啊都讲究门当户对。你们家婉周跟我儿子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我看也对，门不当户不对。宋夫人，我跟陈安情比金坚，真心相爱，这就足够了。是啊，娘，
我们两个的事情您就别掺和了。儿子，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娘是过来人。这云婉周家一穷二白，这家里还有一个大哥，你要是真娶了他，那以后还不得照顾他们一大家子人呢？这人往高处走，你怎么还能往下看呢？娘，您说这些干什么呀？总之啊，这事儿我不同意。素锦这孩子年纪轻轻就在星月楼做了伙计，他才是你的良配呀！你怎么偏偏看上这个穷丫头？哎呀，儿子，你真是要气死娘了！虽然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不过这女人嘛，一旦结了婚，也应该帮助夫家才是。你一个乡下人，不会想靠着陈安哥养你一辈子。你是星月楼的伙计？是啊，我马上就要变成星月楼的管事了呢。哎呀，素锦人美心善，还有个干爹在京都做端王，哎呀，是万里挑一呀！不像某些个，哎呀，乡村的野丫头，还想飞上枝头当凤啊！哼，做梦！宋夫人，哎呀，这说了两句，你还不高兴了？我也没点名道姓啊。在你心中，门第真的这么重要吗？哼，那当然，我儿子这可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从小诗书礼仪样样学了个精通。我辛苦培养我儿子，把他拉扯大，培养他进京赶考，出人头地，那怎么可能被你给耽误了呢？娘，儿子，不是你让我好好跟沟通的吗？我这不是跟他们沟通的吗？宋夫人，宋夫人，我们家婉周当个你们家陈安什么了？我们家陈安前途一片光明，要是再有一个富家千金，那就是如虎添翼，这未来可不得前程似锦啊！至于你们家女儿，哎呀，说句不好听的，那真的是配不上我儿子。本来以为陈安这么懂事，会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现在看来是我误会了。我们家婉周从小锦衣玉食，从未受过半分委屈。哼，既然提到门当户对，我看我们两家也不太……哼，说的什么话？我还没嫌弃你家，你们倒嫌弃我们宋家了。到底是谁嫌弃谁？你这第一次见面，这未来婆婆就给足了下马威。我们家婉周到时候要嫁过去，还不得处处受你的刁难？她要是有素锦一半的好，我能刁难她吗？她连素锦一根头发丝都抵得上，还想高攀我们宋家，是做梦！我们云家从来不高攀任何人。哎呦，英气是吧？那你今天就让你的女儿离开我儿子。小女感情的事情，我们从来不插手。我们家门楣思想开放，既然是小女对令郎有意，我们自然不会干涉小女的选择。哼，你倒是体面会说话啊！说来说去，还不是想高攀我们宋家？我儿子这可是人中龙凤，大有出息，怎么能娶一个贱民呢？说到底，龙州不也是京都之下的一个小城而已？我们京都皇城根长大的，怎么在你们这儿就成了一个贱民了？我们家婉周从小没吃过苦，要不是害怕他难过，我今天会在这里跟你说这些。你，哼，这真是蛇鼠一窝呀！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还没进门呢啊，就这样了。他以后真是娶了她，那会成什么样啊？哎，伯母，你别生气，气坏了身子可不值当啊！娘，您别这样。哎呀，儿子，今天你们两个必须分开。什么？萧贵妃晕倒了？好，我马上去。娘，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你先去忙吧，这里的事我会处理。宋夫人，我还有事，恕不奉陪。有些话我也不藏着掖着了。孩子感情上的事情，我不会横加干涉。但是你们家要是让了我们婉周受了委屈，我们云家绝不会坐视不理。你不就是一个乡下种田的农户吗？啊，
还想妄想加入我们宋家，做梦！我告诉你啊，只要有我在，你女儿休想加入我们宋家。你执意说高攀是你们宋家高攀了我们云家？反了，真是反了！娘，您能不能别再闹了？这可是江南阁，您这么闹多难看呀！儿子，我都是为了你好啊。这素锦，你看看，要貌有貌，要家世背景有家世背景，哪点比不上这个宁晚舟啊？宋夫人，钱财乃身外之物，我自诩我和陈安的感情能够胜过一切物质。这没有钱的爱情是什么爱情啊？你要是嫁给我们宋家，那我们家就是个笑话啊！哼，你是不是在那些茶楼听多了那些说书人讲的故事呀？你不会真的以为一个贱民也能配得上什么帝王世家的权贵吧？哼，我劝你啊，这做人呢，还是现实一点的好。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就配什么样的家庭。这素锦是千金大小姐，家里有关系，以后对陈安的生意也是大有帮助。你呢？你能给陈安什么呀？该不会以后就想一辈子做一个洗衣服、做饭、端茶递水的糟糠之妻吧？我们家陈安呐，娶的是妻子，不是雇佣一个下人。如果陈安想要你们所说的这一些，我也可以给他。云晚舟，你家里是干什么的？你不知道吗？你能给陈安哥带来什么呀？是钱，还是权势，还是给他生意上有什么帮助吗？哼，恐怕连嫁妆都给不起吧？你能给陈安哥带来什么呀？陈安啊，从今以后你必须跟着云晚舟断绝来。够了，娘，我此生非晚舟不娶。儿子，这云晚舟给你灌了什么迷魂药啊？我们两个是真心相爱，我们两个不可能分开的。娘，我们两个的事情您不要再插手了。陈安哥，都过了这么久了，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你寒窗苦读，我为了你去京师闯荡，这才过了多久啊？你的心里居然就有了这个女人！素锦，我一直把你当妹妹，我们两个是不可能的。陈安，我们先吃饭吧。吃就知道吃，你是饭桶啊！伯母，您消消气吧，您一上午都没有吃东西了。这江南阁的菜呀，听说都是京城首富家的御用厨师做的呢，气坏了身子可不值当呢。哎呀，还是素锦体贴我啊！陈安呐，一会儿娘还要去听曲儿，你呢就负责把素锦送回家。娘，我还要送晚舟呢。他怎么来就怎么回去呗，那还怎么缠着你送他回去啊？这素锦长这么好看，让他自己回去，万一路上出点意外怎么办呢？你呀，还是送素锦回府。晚舟他在京都，就算是快马加鞭回去，也要1个时辰。我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回去呢？儿子，你担心个啥呀？他这是乡野村姑，皮糙肉厚的，担心啥呢？你呀，就负责把素锦送回家。唉，算了，伯母，我还是叫我的佣人来接我回去吧。别着急啊，哪能让你一个人回府啊？陈安呐，你必须送素锦回府，听见了吗？算了，那就一起吧，反正他们2个都在京都，也顺路。陈安哥，你看你都流汗了呢，来，我给你擦擦。不必了。陈安哥，龙州的桃花要开了呢，听说只要有人去许愿，就可以终成眷属呢。我们还一起去许过愿，你还记得吗？你是说龙州寒山寺的桃花？是啊，我们还一起去放了风筝，当时我还摔伤了脚，你背着我走了几10公里的路呢。啊，当时你还说此生非我不娶呢。哎呀！素锦，都是小时候的事情了，过去了就不要再提了。陈安哥，
我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我可是都记得清清二楚的。这样的事情怎么能说忘就忘了呢？哼，于万州，这次老夫人不是说你们2家人见面吗？怎么就你娘一个人来了呀？你爹呢？你爹怎么没来啊？我爹去云翠山看他老友了。云翠山？呵呵，这云翠山可是李道主的道观，这李道主可是当年圣上的人呀，是你爹的多年好友啊！哼，你还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呢！啊，一个乡下种地的，还想当皇亲国戚呀？你，哦，我知道了，你爹不会是在云翠山种地的吧？那我可要提醒你了，最近呢，这离石牛啊也是很多的，可别让你爹给砸死了。我爹他不是种地的，一个乡下的不种地能干什么呀？靠什么养活一家老小啊？该不会是收租的吧？还真被你说中了，我爹他就是收租。哼，收租？你以为你家是什么地主、什么王爷啊？我知道，之前呢，宋伯母对你有点偏见，所以你心里不平衡。不过这人呐，最要紧的呢，就是要有自知之明，是骡子还是马，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来，不用装。哼！长安哥，我听说你的钱庄最近想要做点香料生意是吗？啊，刚好我认识龙州的香料大户。可以介绍你们认识认识啊。合作就不必了。苏姐，你到了。啊！哎呀，长安哥，我的头突然好晕啊，你能不能送我回去啊？素锦，我来送你回府吧。走走走，下去下去。走走走。云晚舟，你给我等着！晨，你是不是也很在乎门当户对啊？晚舟，今天的事情我娘做的确实过分，但是她毕竟是我娘，你别往心里去啊。可是她不喜欢我。你放心，回去我一定好好劝劝我娘。等你嫁过来，绝对不让你受委屈。晨，晚舟啊，不是为娘说你，你看看的都是些什么人啊？你看那个宋夫人什么德行，以后要是嫁去他们家，肯定是要吃亏的呀。娘，我嫁的是陈安，又不是宋家。你不用担心我。话是这么说，可是那宋承安毕竟是宋夫人的儿子，你嫁进去以后，怎么能保证他能事事顺着你？娘，陈安的为人我最清楚不过。你爹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晋王，你是我们云家的掌上明珠，他一个小小的龙州宋家，有什么资格嫌弃我们家穷？算了，娘，陈安跟我说过。他娘以前是贫苦人家出身，这说话做事没有点分寸，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晚舟啊，我跟你爹是不会干涉你嫁人的，但是你爹说了，你心思单纯，为了让你少走一些弯路，这个宋承安呐，他决定要为你亲自把把关，好好考验他对你的忠心。老板，不好了！咱们上次和龙州郡守他表弟合作的那批香料出了大问题呀！那批香料被施伯斯检查出来有毒，这李老板说是咱们钱庄谋财害命，要让咱们赔付10万银两呀！什么？那批货我都检查过，没有问题，好端端怎么就出问题了呢？这检查过了，可是施伯斯在咱们的香料里检查出来有毒。这李老板大怒，说是我们往香料里放毒，影响了他的生意，让我们务必赔钱。李老板可在府邸，我要见他。
李老板放出话来，说是如果我们不赔钱，就上告到郡县。这郡县可是他的表哥。咱们钱庄好不容易拓展出来的香料铺，这次看来凶多吉少了。儿子，娘，儿子，这素锦花了一上午的时间给你煲的鸡汤，你快尝尝。陈安，你以前最喜欢喝我煲的鸡汤了呢。娘，香料铺出了点事情，你们先回去吧。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阿贵，你来说说看。咱们的香料被市舶司检查出来有毒，合作商李老板大怒，要让咱们赔付10万银两。什么？10万两？这么多钱呢？儿子，你这钱庄才刚刚起步，最近又因为香料铺子的事儿投了不少钱。哎呀，这李老板张嘴就要10万两，他这是想要你的命啊！阿贵，你先出去吧。娘，香料铺我会想办法解决，你们就先回去吧。这钱庄都出事儿了，我哪能回去呀？这10万两可是个天价，咱们老宋家哪有这么多钱呢？哎呀，苏锦呐，你路子野，人脉广，这李老板你肯定是认识的哈。我就是在新月楼做伙计的，对接的基本都是内务，哪里认识什么老板呀？我身上那个端王令牌都是找人假造的。不管了，先应付下来再说吧。哎，陈安，你说的那个李老板是不是郡守的表弟呀？我和李老板的儿子有点交情呢。哎呀，苏锦呐，是真的吗？太好了，太好了！那你赶紧联系李老板，给我们说说情啊。陈安，我给你带了糕点，你趁热吃，别饿坏了。云晚舟，你来我儿子的钱庄做什么？我来给陈安送糕点。哼，都什么时候了，你就知道吃！陈安的钱庄已经出事儿了，哪有心情吃你这些破烂东西啊？你赶紧滚，别在这碍事儿！哼，云晚舟，做女人做到你这个份上，我真替你感到丢脸呢。你都没有出阁，就这么黏着男人，怎么？你很缺男人吗？陈安，钱庄出什么事了？你瞎问什么呀？这钱庄的事儿，你一个大字不识的乡野村姑能懂吗？你赶紧走吧。到底出什么事了？香料铺上次运往海国的那批香料被市舶司查出有问题。这批香料是我找人对接的，不应该出问题。什么？是你找人对接的香料铺子？哎呀，这不是胡闹吗？娘，都这个节骨眼上了，您就少说2句。要不是这个云晚舟找的乱七八糟的作坊，咱们香料铺子能被检查出来毒药吗？宋夫人，这苏玉堂可是整个京城最大的香料珠宝作坊，那怎么能是乱七八糟的作坊？你能不能讲点道理？我不管你大作坊小作坊，我儿子的香料铺出了问题，这现在李老板要我们赔付10万两黄金，这铺子是你联系对接的，你就得负全责。你是陈安娘，是长辈，我不想跟你扯。扯什么扯呀？这香料铺子是你对接的，出了事儿，这10万两黄金必须得你来赔。娘，您别再胡闹了，现在当务之急是解决问题。这批香料本来就没有问题，好端端的怎么市舶司查出了有问题呢？这里面一定有蹊跷。陈安呐，娘都是为了你好啊，你现在为了这个女人跟娘这么说话，真是儿大不宗流。我不活了！伯母，你别生气了，气坏了身子不值当啊。陈安，李老板他就是个商人，无奸不商。你放心，这件事我一定替你处理好。你解决？你有背景吗？你有人脉吗？哼，你一个乡野村夫，能解决什么事儿？我们家陈安遇见你呀，真是倒了8倍的血霉了。哎呀，素锦呐，这事儿啊，还得靠你呀！快联系一下李老板，帮我们解决这个事儿吧。好啊，伯母，我这就去问一下李老板的儿子。素锦，
这件事情非常严重，如果你能帮忙解决，回头我一定重谢。陈安，我对你的心意你还不知道吗？你说谢谢实在是太见外了。是啊，说什么谢谢的话？这素锦对你的情谊，你又不是不知道。哎呀，等解决了这件事儿，你就陪着素锦去寒山寺看看桃花吧。啊，娘，你，哎呀，素锦呐，这事儿就拜托你了，你快跟李老板说说情。好，伯母，你放心，我这就去给李老板的儿子飞鸽传书。据我所知，李老板可没什么儿子呀。哎，云晚舟，你爹是乡下种田的，这是什么老板呀？是啊，我也没听说李老板有什么儿子啊。什么？不是吧？这李老板难道真的没有儿子？嗨，人家李老板有没有儿子，我们素锦能不知道吗？李老板有3个女儿，最小的私生子也才有5岁半。怎么，你是要飞鸽传书给那个5岁半的私生子吗？于晚舟，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懒得跟你扯。陈安，别着急，这件事我一定跟你讨个说法。晚舟，这件事情已经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10万两黄金不是小数。这个李老板背后有郡守，他想搞垮钱庄，是易如反掌，我们根本就没有胜算。什么？这李老板背后是郡守？那这宋承安岂不是要坐牢了？那我还指望着宋承安干什么？哎呀，素锦呐，我们宋家这次就全靠你了。伯母，你放心好了。陈安，你别怕，我去处理。郡主有何吩咐？魏统领，我大哥上次帮我介绍的苏玉堂，他们给陈安香料铺的货应该没问题吧？这苏玉堂是帝都最顶尖的香料铺子，向来只是跟大商户合作。这次能和龙州香料铺合作几百两单子，这司马大将军可谓是卖了不少人情。这龙州香料大户李老板故意找茬，说货有问题，向陈安香料铺索赔10万两黄金。这难道是他自己一手策划的？这龙州李老板的表哥是龙州郡守，龙州郡守是大司马的人，这事好办。行，那就交给你去办吧。是郡主。陈安，你放心，我已经叫人处理了。晚舟，是真的吗？李老板的事情你真的能解决？陈安呐，你别搭理他。素锦呐，你赶紧跟李老板求求情。这次宋承安肯定要完蛋了，都要受牢狱之灾了，说不定还掉脑袋呢。还指望我嫁给你儿子？你做梦！你看，咱们是飞鸽传书呢，还是亲自去一趟啊？这个飞鸽传书，我看那李老板5岁大的儿子恐怕不识字呢，不如亲自登门拜访吧。于晚舟，你，哎呀，你给我滚一边去！哎呀，素锦呐，要我看，咱们还是买点礼物亲自登门吧，你看如何呀？夫人，要不我去找你们店里的阿贵转告一下啊？也好也好，夫人，我已经让阿贵去找了李老板的儿子了，你放心吧。哎呀，这可太好了，素锦呐，真是多亏了有你呀！哎呀，要不是你认识李老板的儿子，那我们宋家可就是凶多吉少了呀！哼，多亏他。素锦姑娘，就你这嘴脸，不去唱戏可惜。于晚舟，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你不比我清楚。你刚才真的让阿贵找李老板儿子了吗？哼，于晚舟，做人做到你这个份上，我真替你丢脸。你自己没有的，就眼红别人。我见多识广，认识的人比你多，所以你就嫉妒我。我懒得跟你计较。哼！哎呀，素锦呐，他就是嫉妒你。哎呀，以后啊，我们家陈安还得多靠你扶持帮忙啊。哎呀，以后除了你，其他的儿媳妇儿我都不要。宋家这一堆烂摊子，我还是先走为妙吧。
伯母，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点事情，那我就先走了。哎，你别着急走呀，怎么这戏唱一半不继续唱了呀？于晚舟，你有完没完啊？李老板到。李老板，这是哪个李老板啊？哎呀，素锦呐，这个李老板是不是因为你才来的呀？伯母，这个我……李老板，那批货，你这是不义啊！素锦呐，这李老板怎么还送了这么多金银财宝？这李老板道歉就道歉，整成这样干嘛？宋老板，是我不厚道啊，是我串通斯伯斯说你的物料检查出了问题，故意整你，还望宋老板你海涵，别跟我计较。李老板，那批货发货之前我再三的叮嘱过，但是施伯斯那边却查出了有毒，你张口就让我赔10万两黄金，确实让我很为难。宋老板，这真的是我不厚道，都是我的错啊，我的错。为了表示诚意，这次我又在你们香料铺签了3000银两的订单啊，还望宋老板别跟我一般见识。李老板，你不是要去官府告我，让我赔10万两黄金吗？不赔了，不赔了。宋老板，这真的是我不厚道，是我见钱眼开，太贪心了，害怕你的香料铺越做越好，所以才出了此等下策。宋老板，我已经改过自新了，还请宋老板给我个机会。也罢也罢，这都是生意人，我也知道你不容易。李老板，下不为例。好，下不为例，下不为例。李老板，以后做生意要讲究诚信。我们钱庄刚刚起步，经不起你这么折腾。宋老板，我保证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我还有事儿，那我先走了。素锦呐，这一次还真的是全靠了你了。哎呀，伯母，这些都是小事，你不要放在心上。慢着，李老板，你有儿子吗？我有3个女儿，2个去京都选秀了，还有1个女儿在家中学习女工。这个于晚舟，我还当真是小瞧了他。那意思就是说，李老板你没有儿子啊？实不相瞒，我在外地还有个5岁半大的私生子。5岁的私生子，那你就没有其他的儿子啦？好了，李老板，你可以走了。李老板，把这些金银珠宝都拿走吧。哎呀，儿子，这礼物李老板送都送来了，你怎么好意思再让人拿走呢？娘，合作归合作，事情是另外一回事。既然李老板亲自来道歉，我也看出了你的诚意，那这些珠宝就拿回去吧。宋老板的品行，我李某人自愧不如啊。那就希望以后合作愉快合作愉快。这李老板没有儿子，不知道刚才韩小姐是让阿贵去找谁了呀？是啊，素锦，这李老板只有一个私生子，也才只有5岁呀。素姐，你……刚才你什么你？韩小姐，你刚才不是很笃定自己让阿贵去找李老板儿子吗？这李老板亲口承认，他儿子才只有5岁大。于晚舟，你……我怎么了？我哪儿说错了吗？你刚刚口口声声说找李老板儿子，这宋夫人跟陈安可都听见了，我没有搬弄是非吧？哎呀，素锦呢？你刚才联系的李公子是不是其他的李公子啊？伯母，我刚才确实不是联系的李老板的儿子。那这个李老板为什么登门道歉呢？难道真的是因为于晚舟？这李老板没有儿子，总有兄弟吧？伯母，其实我是联系的李老板的弟弟。哎，说起来这事儿真是有点难以启齿。这李老板估计有点爱慕我，我怕陈安误会，
所以我才撒了一个谎。伯母，你应该不会怪我吧？哎呀，傻孩子，伯母怎么能怪你呢？你从小到大都是这么貌美如花的，有几个世家公子爱慕你，这也是很正常的。今天你帮了我们陈安的大忙，就是我们宋家的大恩人啊！伯母，您这么客气干什么呀？您又不是不明白我的心意。对，是我见外了。韩素锦，你确定李老板是因为你才上门道歉呢？当然了，不是因为我，还是因为你吗？哼，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德行，真是晦气！陈安呐，这一次的危机多亏了素锦，你可得好好谢谢素锦呐。娘，这什么这那的？你出了事儿，这素锦第一时间联系李老板的弟弟，这一点都没含糊。你有时间跟他一起吃个饭，喝点小酒，又能怎么了？哎呀，伯母，帮助陈安这都是应该的，而且也是我心甘情愿的，我也不在乎这些场面话。哎呀，素锦呐，你就是太懂事了，一点都不知道为自己争取。你看看那个乡野村姑，自己没本事，还顺着别人的杆子往上爬。哎呀，今天呐，要是我不在，这功劳还不得被他抢去了？功劳？宋夫人既然觉得李老板这事儿是功劳的话，那我就更不能含糊了。韩素锦，我再问你一次，你确定李老板是你请来的吗？宋陈安钱庄这批香料应该差不多了吧？那我可不得在宋家狠狠捞一笔。这个云婉舟势必是我的绊脚石，绝对留不得。当然是我了，云婉舟，你以为就凭你能请来像李老板那样的大人？素锦，你还真是贼心不死呀！你个死丫头，说谁贼心不死呢？娘，够了，现在危机已经解除了，不管是婉舟还是素锦，我都很感谢他们。您就少说两句，我这一大堆的事情呢，还等着我处理呢。哎呀，儿子，你出了事儿，这素锦帮了大忙啊！这个云婉舟非要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白白的让素锦受委屈。我这个当娘的，能不多说几句公道话吗？伯母，只要陈安能明白我的心意，这样就足够了。陈安，帮助你，我都是心甘情愿的。素锦，你帮我，我很感谢你。但是我现在真的没有时间请你吃饭，等我有时间，我一定表达我的谢意。好啊，陈安，那就今天晚上吧，去我家，我亲自下厨。对，这中午不行，那就晚上呗。这外面吃的东西也不合胃口，你去素锦家吃，又干净又卫生。哎呀，素锦帮了你这么大的忙，必须得好好感谢人家呀。儿子，你小的时候，娘是怎么教育你的？这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啊。宋夫人，你既然这么笃定是韩小姐帮了陈安，那这人活着也要争口气，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哎，你争的什么气呀？啊，瞧你那点出息！你做过最大出息的事儿就是帮着我们家陈安吗？哼，真是太搞笑了。郡主，让李老板去告官，继续向钱庄索赔10万两黄金。郡主，是有谁招惹你了吗？我这就杀了这此人。不必，这件事我会自己处理。对了，让我大哥帮我查查韩素锦这号人物。遵命，郡主。娘，算了，你先出去吧。都说这养儿防老，你居然就这么对我，让我出去也行。你先让这个野丫头滚！娘，你别再胡闹了。我这辈子非婉舟不娶。素锦这么好的条件你看不上，非要这么个野丫头，哎呀，你真是要气死我了！老板，不好了！刚刚李老板派人来说要去见官，说是我们钱庄的货有毒药瓶子，还要让我们再赔10万两黄金。啊！这李老板是怎么回事啊？
刚才不还是登门道歉了吗？送了那么多的金银珠宝，这李老板怎么能出尔反尔呢？阿贵，到底怎么回事？这李老板一口咬定说是我们的香料里有毒，还要去见官。咱们钱庄这次怕是真的要完了呀！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哎呀，素锦呢？你快问问李老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呀，我也不认识什么李老板呀。陈安这钱庄到底怎么回事呀？真是晦气，说破产就破产，我嫁给他还图什么呀？阿贵，随我去李家。老板，李老板放出话来说是身体不适，不见客。这个李老板也太气人了，做生意如此不讲诚信，三番五次的愚弄他，到底是何意啊？陈安，哎呀，你可滚一边去！哎呀，陈安呐，这李老板到底是咋回事啊？这做生意哪有这么出尔反尔的？这刚才还和和气气的，你说说翻脸就翻脸，这是唱的哪一出啊？李老板也太气人了！哎呀，素锦，你赶紧跟李老板的弟弟再说说情。这10万两黄金，哎呀，我们宋家就是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呢。伯母，不就是10万两银子吗？你可以去借嘛。这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你刚才还不是能帮忙吗？怎么现在又让陈安去借钱来？你不是人脉也路子广吗？这件事摆明了就是李老板他做人不地道，你怎么能让陈安吃这个哑巴亏呀？是啊，素锦，你路子也认识的人多，快想想办法呀！伯母，我突然想起来，我有点事情，你放心，我忙完我的事情，我就来帮你啊！哎呀，素锦呐，儿子，这可怎么办呢？宋夫人，现在不让你的素锦帮忙了呀？你不说话，谁能把你当哑巴卖了？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说风凉话？风凉话，宋夫人，我只是想让你看清某些人的真面目而已。这看人呀，可不兴只看表面。你要以貌取人，到时候别连肠子都悔青了呀！儿子，你看看，这还没过门呢，这云婉舟就这德行了。这要是娶了她，那还得了啊！娘，你少说两句，就算我求你了。现在钱庄和香料铺都出了事情，我的所有积蓄都压在上面，难道宋家就是要这么完了吗？你怎么老说我呢？你看看他，不是他先说的风凉话吗？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造孽呀，造孽呀！老板，不好了，老板，咱们钱庄之前借出去的钱，有几个老板跑路了。什么跑路了？那借出去的钱岂不是都打了水漂？哎呀，儿子，这可是天要亡咱们宋家呀！所以我去找李老板。陈安，别去！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那儿胡闹？这陈安不去找李老板求情，这钱庄怎么办？我们宋家怎么办？婉舟，你就先回去吧，钱庄现在还有一大堆事情呢。陈安，我可以帮你，你相信我，用不了半炷香的时间，李老板就会亲自登门道歉。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了，快放开我儿子！陈安，你相信我。我相信你，但是这件事情已经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了。我可以的，陈安，我不是他们口中一无是处的废物，我只想证明我也可以给你一切。你还证明什么？证明个屁呀！你要是再胡闹，我们宋家可就要完了呀！夫人，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不论我再怎么做，我在你眼里都不如你那个韩素锦好。但是我想用我的行动证明，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通知下去，让李老板给陈安道歉，恢复钱庄所有合作。遵命。对了，那个李老板恐怕不能来道歉了，他刚才急火攻心，正在医馆检查呢。你大哥不要让你玩太狠了。好，我知道。哟，儿子，你这是找了一个戏子吧？这么会演戏，是不是演戏？你到时候就知道。胡闹，简直是胡闹！
陈安呐，我告诉你，只要这个宋家有我在的一天，这个云晚舟他休想进我们宋家的大门。娘，你老板，李老板来了。李老板，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哪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呀？宋老板，对不住，实在是对不住，是我搞错了，你的香料没有问题呀。为了弥补，我李某人以个人的名义，以后我的钱全部存在您的钱庄。还有啊，我再在您的香料店再购买1000两黄金的香料。李老板，你这不胡闹吗？做生意讲究的是诚信。我们钱庄虽然比不上那些大的钱庄，但是你这么做也太过分了。俗话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过几年谁知道会不会变天？宋老板，是我的错，是我的错。算了，这次合作完以后再说吧。阿贵，带李老板下去吧。哎，李老板，请。李老板，你没事吧？你看我像是没事的样子吗？快带我去医馆，我要吃救心丸。哎，好。哎呀，儿子，李老板这是什么情况啊？这一回他当真消停了？看样子应该是消停了。宋夫人，我说什么来着？不出半炷香的时间，李老板必定亲自上门道歉。晚舟，真的是你帮的忙，到底怎么回事？陈安，这个说来话长，以后我再慢慢跟你解释。哼，我刚才听见你叫大哥，是什么大哥呀？该不会是在外面认的小混混做大哥吧？我可告诉你，我们家陈安这可是状元，以前交往的那都是书香门第的世家子弟。你呀，云晚舟可不能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惹是生非，不然呢，看我怎么收拾你！宋夫人，我大哥是我亲哥，你怎么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呢？哟，亲哥呀，你家就是乡下的，你爹就是一个种田的农户，你大哥又能有什么出息？还不是跟那些阿猫阿狗一个德行。娘，你能不能对晚舟别这么大的偏见啊？什么偏见呢？我说的这都是大实话。陈安呐，我把话撂在这儿，只要娘还活着，这个云晚舟他休想进我们宋家。宋夫人，我还真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你要对我有这么大成见啊？门不当户不对，你攀上我们家陈安，那就是你最大的错。你不是问我错在哪里吗？好，那我告诉你，你就错在你没有一个好爹，你就错在你是个贱民。这些够了吗？我不是贱民，我爹也对我很好。你就因为我是京都出身，你就嫌弃我？怎么，一个京都还比不上龙舟吗？你爹光是对你好有什么用？他能让我们陈安少奋斗20年吗？他不能，他就是个种地的，他这一辈子啊，都注定是个穷人。我辛辛苦苦的把陈安拉扯大，是盼着他能光宗耀祖呢，而不是让他娶一个贱民。娘，你别说了，晚舟他们家困难，这不是他的错，他也是无辜的。我娶晚舟，日后我们两个在一起好好过日子，不比什么强啊！我真是要被你气死了，儿子，我把你抚养成人，是盼着你能光宗耀祖，而不是娶一个贱民，自甘堕落呀！造孽呀，造孽呀！娘，陈安，晚舟，我娘性格比较直爽，你别往心里去啊。陈安，我不在乎别人是怎么想的，我只在乎你。如果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我爹就是种地的，无权无势，你还会喜欢我吗？晚舟，你们家不就是这样吗？我是说，我家没有钱，什么都没有，你还会坚定不移地选择我吗？
你怎么这么傻？我喜欢你，才坚定的选择了你，和你的家没有关系。我娘的思想比较古板，有些时候做事情也比较无理取闹，但是她毕竟是我娘。晨安，我知道了，你说的这些我都理解，我只在乎你，有你就够了。真是气死我了！哼，没了个宋长安又怎么样？老娘有的是男人。哼，京都醉花楼的贵哥可一直都爱慕我呢。云晚舟，你给我等着！你别让我看见你！哎呦，张管事，今天怎么这么开心啊？是不是又卖出些什么宝贝啊？哦，素锦啊，新月楼云老板正要找你呢。什么？云老板找我？是啊，新月楼云老板半年才回来一次，这次回来，典云正要找你。这么说，是要升我做管事了？啊，太好了！大哥，韩素锦多次欺负我，此人混进了新月楼，定是居心不良，谨慎行事。进来。云老板，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啊？你就是韩素锦吧？是啊，我就是韩素锦，是咱们新月楼珠宝阁的伙计呢。珠宝阁的伙计是吧？嗯。根据新月楼手册第18条规定，伙计不能晚到早退。但听珠宝阁的管事说，你1个月有20天迟到，18天早退。袁老板，我是去谈合作的，这件事我可以解释。谈合作？今天吗？去跟玛丽谈合作了？说来听听。我是和宋氏钱庄去谈合作的。宋氏钱庄？一个小钱庄，你和他们谈什么合作呀？哎，还不是为了咱们新月楼下个月的比赛吗？我才去找宋氏钱庄的。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大赛？是明日4时的香料大赛？什么时候我们新楼的比赛需要如此的敷衍草率了？我好，这个过。下一个问题，你一个伙计有什么权限可以乘坐我们新月楼的马车？是那个刘管事，他说只要是新月楼的人就可以坐新月楼的车。那是管事级别以上的人可以乘坐。你一个伙计，成天坐新月楼的马车来马车回，像话吗？按你这么说，来我们新月楼，我还得挨个给他们配一套马车，是吗？不是的，不是的，我只是偶尔有急用的时候才会用一下马车，我也不是天天都坐的。好，最后一个问题。当初你的考核不合格，是谁会录用你？而且不到半年的时间，你的工钱竟然超过了所有的伙计，挺有本事啊！不是的，云老板，咱们新月楼的考核我一样都没有落下。不信的话，你可以问一下那个朱考官。新月楼的考官朱39是吧？今天早上刚被我赶出了新月楼。在这件事，还是他供出来的。我们新月楼庙小，容不下你这顿大法。袁老板，我错了，求求你不要开除我！快滚吧！爹，我这2天正在挑选龙州的宅子。你要不要帮我看看什么户型比较好？龙州的宅子有什么好的呀？还是京都郊区的住着舒服些。可是陈安娘就想要龙州的宅子。
陈安家里人的事情，你娘已经跟我提过了。放心，这件事情我会为你亲自把关。爹，你想干什么呀？女儿，你可是爹的掌上明珠啊！啊，他一个小小的宋家，竟然敢看不起你，还有那个什么宋夫人啊，蛮横无理。我靖王的闺女啊，怎么能受这种窝囊气呢？爹，你行了，这件事情为父自有分寸，你放心就好了啊。对了，爹，陈安最近因为李老板那件事情，他的钱庄现在成了龙州最大的钱庄。他明日准备举办宴会，广邀龙州商户呢。好啊，我随你一同前去。什么？爹你？哎呀，素锦呐，你放心，我是不会让陈安娶那个来历不明的穷丫头的。在伯母的心里呀，你才是最佳儿媳妇儿。伯母，我是真的很喜欢陈安，但是只怕今生是有缘无分。素锦，你别着急，伯母自有安排。伯母，你有什么办法呀？陈安今天晚上在江南设宴，在宴席上，你只要把陈安灌醉。伯母，你是想……对，不如就趁此机会生米煮成熟饭，也让我呀早日抱上孙子。伯母，这样好吗？好，怎么不好了？陈安是我儿子，重情重义的，只要你们俩生米煮成了熟饭，就算他再喜欢那个什么云晚舟，也都没啥用。将来呀，他还不是乖乖的被你牵着鼻子走。好啊，伯母，那就都听您的。等你们俩确定了关系，我再找个黄道吉日，再跟你的家人见个面，把亲事给办了。我爹娘都在乡下，根本就不管我。结婚办个婚礼不就好了吗？这个老太婆搞这么麻烦干什么呀？伯母，那以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素锦呐，这以后啊，还得靠你多帮衬帮衬俺们家陈安呢。伯母，咱们都是一家人了，说什么帮不帮衬这样的话呀？伯母，都到这个份上了，你还是这么身份。哎呀，对，都是一家人了。今天是陈安钱庄举办的晚宴，人家邀请的可都是商人，你到底想干嘛呀？可别把陈安吓坏了。你爹是老虎吗？难道还能吃人不成？那爹，你到底来做什么？我是你的爹爹，我不得看看我未来的女婿怎么样吗？一会儿到了宴会厅，你什么都别管，我自有分寸。哎呀，馊了，这次合作可是情理之中，又是意料之外啊！这以后啊，一定要多多合作。盘子很大，这一个人根本吃不下啊！龙州未来的首富，非你宋老板莫属啊！李老板，您说笑了。晋王，这位是？这位可是京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晋王啊，可谓是富可敌国。他的大儿子不仅是武将，更是星月楼的大老板啊！你们聊。你就是陈安吧？晋王，有失远迎。韩素锦，我大哥不是都把她逐出星月楼了，她还来干什么？这个女人还真是死性不改呀！哎，大哥，你怎么来了？上次让你调查韩素锦的事，调查怎么样？她祖祖辈辈都是种田的，10年前跑到了龙州，被好心人收养，有个相好的叫做海贵。那端王真是他干爹呀？端王家里妻妾成群，行事谨慎，对大女儿疼爱有加，怎么可能会收养一女？好，我知道。对了，那个就是宋承安吧？刚才跟踪韩素锦的案为何汇报？
他好像在计划密谋着什么。是，对付这种女人，我最拿手。我军中还有钥匙，趁着还有时间，我助你一臂之力。韩素锦，这要是换做别的普通女子，怕是早就被你得逞。但是很遗憾，你遇到的是我云婉舟。程安啊，我很看好你啊。我看你与我女儿年纪相仿，所谓才子配佳人，不如我把女儿许配给你，如何？靖王，别的事都好商量，但此事我不能答应你。怎么，有心上人了？哈哈哈哈！男子嘛，有个3妻4妾的也实属正常。但是啊，我靖王的女儿一定要做正事。我心中的这位女子，可能大多数人看来都很平常，但是在我心里，她就是我这一生一世要守护的人，还请靖王您能够理解。哼哼，我可是京都的靖王，大燕有3分天下是我儿子打下的，有3分是我拿下的。如若你娶了我的女儿，就可以继承我云家一半的家业，这可是你奋斗几辈子都不可能得到的财富啊！我自知能力有限，不能管理您半数的家业，您还是找其他人吧。我还有事，就先走了。若是本王非要让你娶我的女儿呢？做了我的女婿，我保证你从此以后仕途坦荡。如若不依，我一句话便可让你家破人亡。你，我的女儿不说成于诺言之容，但也闭月羞花之貌啊。我是看你的品行不错，才肯给你这个机会。怎么，你难不成还看不上我女儿吗？靖王，我说过，我有喜欢的人，不管他是谁，我都不会改变。多谢靖王的抬爱，告辞。爹，怎么样？不错不错，为父已经替你考察过了，是个可靠之人。陈安，恭喜！素锦，你怎么来这儿了？是夫人带我来的。陈安，你能陪我喝一杯吗？素锦，我们两个之间的事已经过去了，我们是不可能的。陈安，喝下这杯。往事随风，我也就放下执念了。哼，宋承安，过了今晚，我管你心里有谁，都是我韩素锦的人。承安，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前2日海哥打的人被抓进了大牢，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现在就指望你了。精彩呀，真是精彩！素锦姑娘，请继续。岳婉舟，你怎么在这儿？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呀？你祖辈都是种田的，你也好意思看不起我爹呀？你这个贱人，你竟敢调查我！我调查你怎么了？你敢对陈安不轨，你还要算计到我头上？调查你不是应该的吗？哼！就算你把这些都告诉陈安的母亲，你以为那个死老太婆她会信你的话吗？哼！
陈安母亲是死老太婆呀，之前不是口口声声叫做家人吗？现在这么生疏了。哼，那个势利的老太婆，要不是因为钱，你以为愿意讨好她、巴结她？林晚舟，你斗不过我的。现在那个老太婆已经被我拿捏得死死的了。今天这出好戏还是她教我的。哼，是吗？伯母，你怎么在这儿？你这个小贱人，骗我骗的好苦啊！不是这样的，伯母，你误会了，是他害我的。误会，我全都听见了。你这个混账东西，我就是死也不会让你进我宋家的大门。韩小姐，你好有手段呀！不是这样的，陈安哥哥，你听我解释，不是这样。哼，我不是斗不过你，我只是不屑跟你这种人一样，不堪入目。大哥，我以后不想再见到这个女人。什么？袁老板是你哥？他叫云晚舟，我父亲是京都晋王，他身上和我流着一样的血脉。怎么，他喊我哥有问题吗？那这么说，云晚舟就是郡主？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错了，你原谅我吧，我真的错了。敢欺负我妹妹，看我怎么收拾你！晚舟，你是京都靖王的女儿。对不起啊，陈安，之前一直瞒着你。你爹不是种田的，所以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不要以貌取人。晚舟啊，是我不好，我嘴不好，我真的错了。算了，事情都过去了。儿子，娘知道错了，娘真的错了。算了，娘，以后您别再无理取闹了。哎，娘以后一定会改过自新。